前世丈夫为给白月光出头，子孙根被踹断，妻子非但不嫌弃，还不断鼓励他，而自卑的丈夫被白月光和兄弟挑拨，觉得是因为妻子才导致自己这样。听信的男人之后，不断对妻子又打又骂，甚至在妻子难产死去之时，丈夫又跑到外面给白月光出头，直到老了，回想起自己对妻子的种种恶行，男人懊悔不已，从楼上一跃而下。再次睁开眼，回到了1999年，妻子难产前的那个夏天。这是哪啊？头疼了吗？让你别喝太多酒的，我去给你倒点水。难道我是在做梦吗？要不怎么会看到这个只活在回忆里死在难产的妻子？1个小时后，郑文栋发现自己不是做梦，而是可能重生了。此时还住在出租屋，和苏莹刚结婚不久，而苏莹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1个多月了。上辈子，郑文栋和苏莹是高中同学，一时之气，他和苏莹结了婚。结婚后却处处嫌弃苏莹，嫌她不够时尚，浑身农村人的味道，嫌她不如白月光杨瑶漂亮、懂事、独立，而苏莹却从来没有怨过他，而他也从来没有内疚过。郑文栋眼眶发红，看着苏莹：“对不起，苏莹。”怎么了？苏莹脸一红，有些莫名。新婚以来，郑文栋这还是头一次这么抱自己。哎，本来头脑就不好使，还喝多，变傻了怎么办？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喊叫：“东子，东子！”来人匆匆闯了进来，见到屋里的一幕后愣了一下。东子，杨瑶被欺负了，你快跟我走一趟。苏莹小脸微变，郑文栋看向门口的男子，是他和杨瑶共同的朋友。上辈子对方也是在这个时候喊他去替杨瑶出头的，子孙根也是这时候伤到的，因为是自己先动手，对方没有赔任何医药费。东子，你在干嘛呢？还不走？是不是嫂子不让你走啊？真不懂事。苏莹抿唇：“你说话给我放客气点，这是我老婆。”苏莹吃惊，这是郑文栋第一次在朋友面前护着自己，青年也愣住了。那你还去不去了？不去，以后这种事别找我。东子，你行啊，有了老婆不要朋友了是吧？行，你有种。说完便跑了。苏莹心里松口气，又有些忐忑。文栋今天有点奇怪。郑文栋则满不在乎。上辈子我倒是要朋友不要老婆了，可结果呢？朋友不过是我自以为的。前世他替朋友出头后受伤，这些朋友们1分钱都没给自己出，全是靠苏莹照顾自己。休息会吧，你现在是有双身子的人，别劳累了。你真不去？苏莹知道郑文栋是喜欢杨瑶的，总喜欢去找杨瑶。苏莹也不是没有情绪，只是郑文栋救过她的命，她深信他本性是好的，只要给他时间，总能捂热他。不去，过去是我糊涂了，我成了婚了，重心应该放在小家庭上，以后我会注意分寸的。上辈子这个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孩，可惜没能活下来。这辈子郑文栋做梦都想要个自己的孩子。第2天，郑文栋醒来后，看着半大的侄子，半天才缓过神来，起身去帮苏莹盛粥。哎呦，大哥可真疼大嫂啊！说话的是2弟妹，要是上辈子听到这种话，郑文栋都会怕传到杨瑶那里被他误会，可现在好像就像没听见一样。1999年老郑家还没分家，郑文栋一共兄弟姐妹4个人，郑文栋是老大，家庭是重组家庭，底下还有老2、老3。和老大不同，他们有个替他们考虑的亲生父亲，所以早在郑文栋之前就完成了娶妻生子，各有2个孩子。小妹最小，她从小就懂事，伺候哥哥嫂子，什么活都要做。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有点反胃。我问过了，说反胃都是正常的。不过是对1桌子粥没胃口，但他不能说，不然公婆得说娇气。郑文栋起身出去，苏莹还以为他生气了，有些忐忑。老大干嘛去？昨晚好像有人喊他是不？是他的朋友。大半夜有啥事非要来喊？你把他看好点，别出去闯祸。妈，就大哥那性格，大嫂能看住才怪。大嫂嫁进来后，大哥可没对她有过啥好脸色。你看大嫂怀孕这瘦的，想当初我怀孕的时候，还他爸给我紧张的。他甜蜜的秀着恩爱，其他人已经习以为常了。郑母皱眉，老大心里有那个杨瑶，娶苏莹那是心不甘情不愿，当初和杨瑶赌气才娶的。但是这女人拿捏不住男人，那就是女人不够懂事乖巧。郑母正想说苏莹几句，郑文栋回来了，手里还拿着茶叶蛋和肉包子。大伯，是包子，我要吃包子。他大伯你也太会做了，别太惯着孩子。这是给你大伯母买的，给我的。不喜欢吃？没喜欢，怎么会不喜欢？这些他平时都不舍得买的，只是没想到而已。老2媳妇也愣住了。不是，这还大伯咋回事？肉包子和茶叶蛋，他自己都不舍得吃吧？买给苏莹吃。大嫂，大哥对你可真舍得，咱啥人家？我怀孕吐得死去活来也没见，还爸给我买个肉包。这女人怀孕反胃是正常的，没必要多余买的。妈，我的私房钱，我喜欢怎么花就怎么花，何况苏莹现在肚子里怀我的孩子呢？不用特意给我买的，以后天天给你买。你和我结婚，大富大贵我给不了你，一点小吃小喝的，要是满足不了，我也不用要孩子了。这大哥咋个回事？大伯、大伯母，我也要吃肉包子。他流口水，老2媳妇看了没阻止。老2，你儿子想吃肉包，给他买去。我给我媳妇买的茶叶蛋和肉包子，给你不可能。我不管嘛，我就要嘛。要啥要？那你大伯专门给你大伯母买的，再哭我揍你。他就嘴上吓唬吓唬，目光不住看郑文栋2口子。不说给一个，搬一口也成吧？你吃你的，我给你拿着肉包子。
摆明了不给孩子吃。苏莹见状很不好意思，小口实际速度很快的吃下去。郑文栋正准备去市场卖豆腐，突然听到侄子正在被两口子揍得嗷嗷叫，这孩子死倔，非要吃这一口包子。下次你给我买，我们逼着他们吃。好，不过一个包子，二房宁愿揍儿子给自己看，都不愿意给儿子买。我一个做大伯的，何必越过人家爹娘去心疼呢？上辈子的郑文栋对谁都付出，可是没几个人能对得起自己的付出。父母不过如此，兄弟也不过如此。这辈子他只想过好自己的小家庭。兄弟姐妹4人都到市场去卖豆腐。郑文栋11点提前卖完，回到了家。郑母日常数起卖豆腐的钱，29块7。文栋，今天的豆腐应该卖31块呀，怎么少了1块3呢？有个熟客没带钱，赊账了，明天拿。每天董大成做的豆腐都是固定的，卖的钱1分都不会差，所以兄弟几个卖回来，他只要一数钱，谁要吞了钱，一目了然。老大是最老实的，老二最狡猾，时不时媚一点，老三最聪明，自己能去和商家谈生意，老四木讷，一板一眼。郑文栋瞥了一眼后爹，上辈子他觉得后爹对他挺好的，这回才发现，实际上后爹也防着自己呢，应该说几个子女都防着。回到房间，郑文栋开始思索起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攒点钱，卖豆腐的钱是不可能动手脚了，分家也不太可能。后爹不同意，上辈子苏莹难产时，我手里没钱，梁老听到可能人财两空，一犹豫没抢救，苏莹的命就没了。攒到足够的钱，万一再难产，也不至于没钱。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想怎么赚钱，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你现在不是已经在赚钱了吗？自己没有支配权，算什么自己赚的钱？钱都握在爸妈手里，他们想给谁就给谁。爸妈他们比较看重老三，万一将来老三要发展，老两口子肯定得给钱支持。到时候说你弟弟到时候好了，也能带你这哥哥一把，我还能拒绝吗？估计也不太会给拒绝的机会。郑文栋太懂这个家的人了，亲娘偏心老二，后爹偏心老三，给了老三发展，到时候人家发展起来了，我们有需要找人家，人家愿意，叫人家好心拉你一把，不愿意那叫本分。苏莹总觉得丈夫好像经历了什么，被伤得不轻，毕竟昨天还是一心一意为大家庭奋斗的人，现在好像开窍了。那你想？我想分家。苏莹这下惊呆了，分家，多么让她动心的词。苏莹看看郑文栋，表情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你真的想分家？想。我知道你也想和我有自己的小家庭，生在大家庭里，上有老下有小，夹筷子肉片都要担心别人会不会给使脸色。不过不是现在，分家迟早的，但不能由我提出来，我提出来也没用，我先想办法再找点赚钱的活，我私下攒钱，到时候孩子出生了，就算分家分不到几个钱，我们也不用筹钱。苏莹听着她的规划里有自己有孩子，瞬间心情雀跃的不行。等孩子3个月稳定些，我也找些活做。虽然不知道文栋为什么忽然开窍了，但是是好事，至少我是愿意分家的。午饭菜3盘，肉1盘。老二媳妇生自己家少吃了，几筷子夹了好几块肉放进丈夫和儿子碗里。老三董文龙两口子倒是没争，郑母会把肉往董文龙碗里夹，郑文栋则把剩下的几块肉都夹进了苏莹碗里。正好看到了老二媳妇那瞪着那不满的眼睛，可他才不管，赚的钱都交公了，别说吃几块肉，吃1盘肉又怎么了？午休时，郑文栋隐隐听到隔壁老二两口子的吵架声。老二媳妇叫马小燕，正在和丈夫抱怨大哥最后一点肉都不给侄女侄子，就那么自己张口吃了。还有大嫂，这还是做长辈的呢，和孩子抢吃的。想到丈夫儿子少吃了2口肉，她心疼死了。就2块肉，你至于吗？那我还不是心疼你。董二无奈，不敢回嘴，回嘴只会引来更大的攻击。而院子里，你看到了没？老大今天在饭桌上一个劲和其他2个弟弟抢肉，这老二家的孩子明显没吃饱都闹脾气了。老大之前不是这样的，还有早上买了包子，他也只买自己的。娶了媳妇就有了自己的心眼了，正常。董大成并不在意这几片肉，反正兄妹几个和睦相处，多吃几块他无所谓。不过他也觉得老大确实变得有点自私。郑母则松了口气，她嘴碎也不是真的责备老大，只是怕丈夫介意老大吃相难看，毕竟是自己前头带来的孩子，哪里比其他3个是董大成亲生的。这老大也是笨拙没点脑子，毕竟是后爹当家，这么抢吃时，丈夫万一有点啥子意见，吃亏的不还是他吗？郑文栋下午准备出门溜溜，老三媳妇有工作，家里其他活就是老二媳妇和苏莹还有老四一起干。大哥好潇洒啊，哎，哪像我们老二。我也想休息，早上我也卖了一早上豆腐了。休息什么休息，干点活就一直叫。你看你嫂子。嫂子苏莹听着他们吵吵，手忽然放到了肚子上。妈，我忽然觉得我肚子有点不大舒服。那你回去躺着，前3个月是得注意点。苏莹一脸不好意思的回屋了。马小燕和小姑子直瞪眼，2个人有了共同的敌人。我看就是不想干活耍懒吧。就是看着挺懂事，没想到。郑母对苏莹也有意见，但是对眼前这2个意见更大。闭嘴，干点活要了你们的命了。想我们年轻的时候不都是这么干过来的？现在有的干你们还不知足。我小时候想干都没得干，那都是饿得吃树叶的。苏莹回到房间坐着休息。这可是我和文栋第1个孩子，这么大的太阳还要干活，谁能保证干久了会不会晒坏自己？千万不能让孩子有什么意外。此时郑文栋看到了2个女孩子提着行李顶着大太阳。需要帮忙吗？
需要。郑文栋问了地址，提了行李，两个女孩轻松地走在后面。过了会到了地方，谢谢你了。2块钱。两女孩呆住了，不是免费的吗？收费的。穷要饭的，要钱的你怎么不早点开口？早点开口不就坑不到你了吗？反正看你们那样也是要被坑的，与其被别人坑，不如被我骗。我缺钱。接下来1个小时没什么收获，倒是渴得不行。矿泉水1块1瓶，1块1瓶。郑文栋摸了摸2块钱，没舍得买。此时突然看到一个胖子扛着煤气罐，气喘吁吁。兄弟，需要帮忙吗？有，扛上楼，2块钱。胖子一脸震惊，我操，这么便宜，那老子干嘛受这苦啊？搬，给我搬。郑文栋一口气把煤气给他搬到了5楼。哥们，你是些要丢的。半小时后，郑文栋把不要的柜子、桌子都搬下了楼。胖子要把这些东西丢了置换新家具，他给处理了。52块钱进到口袋里。下次需要搬大米煤气都可以找我。谢了兄弟，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算是知道上辈子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夸我老实了。老实人好坑啊，谁不喜欢？摸着兜里的50，心里立马踏实起来。动子，喊自己的正是杨瑶和自己的朋友王亮。动子，上次王亮去喊你，听说你媳妇不让你出来。他把郑文栋摘清出来，把锅甩在苏莹头上。郑文栋莫名闻到一股绿茶的味，他看了看杨瑶、王亮，还有杨瑶的追求者之一，3人都毫发未伤。也就说，这辈子即使自己没去，这几个人也一点伤都没有。上辈子我还自以为是我倒霉，命根子都坏了。现在想想，哪里是倒霉，是我蠢透了。动子，你怎么回事？真的娶了媳妇不要兄弟了？还是你那媳妇跟你说我们什么坏话了，不让你和我们往来了？是不是他对杨瑶有什么意见啊？你不会真那么怂听老婆的话吧？他嘴里一连对苏莹输出，郑文栋则握紧了拳头。渣男重生回来变模范丈夫，面对前世陷害自己的兄弟，不停地对自己的妻子进行言语侮辱。重生回来的郑文栋重拳出击。郑文栋，你疯了！对，老子是疯了。老子要是没疯，怎么会交你这样的朋友？苏莹是我媳妇儿，她是我要过一辈子的人。你要是我真兄弟，就不会在我面前说她的坏话，挑拨我们的感情。老子没你这种兄弟。再让我听到你说我媳妇一句坏话，老子宰了你！王亮快被气疯了。好你个郑文栋，为了个女人，你要和我去教室吧？行啊，咱们兄弟情谊到此为止。呵呵，谁反悔谁是狗。他和王亮从小就认识，郑文栋自认为对王亮不错，可王亮做了什么？他明知道杨瑶是耍自己玩，明知道杨瑶有喜欢的人，可还是3、5不时给自己放信号，让郑文栋觉得自己追杨瑶有戏，又在自己面前上苏莹眼药，说苏莹嫉妒杨瑶。这是朋友能干出来的狗事，杨瑶的走狗还差不多。看来是真的有了老婆不要朋友了。我日，是不是苏莹对咱们有什么误会？文栋他不是这样的人啊。那还用说？没结婚前有点啥事叫他，他立马就来了。结了婚，你出事喊他都喊不出来了。就他这样也配合我们做朋友？杨瑶没说话，暗暗的心里吃惊。不该是这样的啊，郑文栋应该对我死心塌地的，是我最重要的配角之一，一个老实的炮灰，忠心耿耿，是哪里出了问题？郑文栋回到家，苏莹正准备去干活。走，回屋。咋了？还要洗菜呢？郑文栋一看，马小燕和小妹正在往这边张望。这不是有2弟妹和小妹干的吗？你怀孕呢，用不到你。他理所当然的把人带回屋了。马小燕和小妹董思可就气到了。什么叫有2弟妹和小妹干？合着就该我们干呗？这2口子真是懒进骨头里去了。对了，孩子该洗澡了，小姑交给你了。一家子菜好几斤，董思气的也想当甩手掌柜，一个个的全都光吃不干活，合着这个家就我一个人的呗？吵什么？董思发泄般踢了一脚菜。没什么。很快老3媳妇下班了，见到董思一个人干活，便走向前。小姑我帮你。3嫂还是你好，到底是做老师的，不像大嫂2嫂。外头董思的发泄，郑文栋2口子都听到了。活都丢给小姑子不好吧？我们不让他干，也有别人让他干，别人都想着他干，你心软去帮他，到时候就是你们干。这是上辈子的常态，反正这个家谁心软谁倒霉。董思就是最倒霉最没地位的。要怪就怪他运气不好没重生，自己重生了，自己肯定是不干。如果有一个人注定要辛苦，那为什么不能是别人？你把我喊进来做什么？郑文栋拿出2本崭新的书，苏莹眼前一亮。你怎么会给我买书？你之前大学毕业，要不是我，你肯定往上继续读。上辈子苏莹是本科医学生，因为和郑文栋结婚，放弃了学业，后来也没来得及拿起，就难产过世了。我想过了，等你生完孩子，要是想考研，我也支持你。苏莹对上丈夫认真的眼神，心都快化了。我想往上读，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如果我读上去了，能出去工作，你承担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上辈子她应该也是这个想法，只是郑文栋不听她说，听王亮和杨瑶一挑拨，就觉得苏莹心野了。读书是嫌弃自己，可她分明是为了这个家。郑文栋突然想到什么，将兜里买书后剩下的43块钱拿了出来。这钱你放好。这么多钱？咱自己藏，别给爸妈知道。说完，郑文栋便出去准备给苏莹烧一锅热水洗个澡。正好老3董华看见到这一幕，不由开始打趣。
去。看来还得娶媳妇才懂得心疼人。大哥都知道给大嫂上洗澡水了。老三是董家唯一一位鸡窝里出的金凤凰，前世老三是最早从这贫民窟出去的，子女3个也出息。然而想到老三是怎么成功的，郑文栋唇角微抽。按道理说弟弟出息是好事，但郑文栋只想避这3弟远一些。他老实人，重生了也只是多个心眼，但不会变聪明人。他嘴笨对付不过老三，也不想对付，只要保持距离就好了。3弟3狗啊！对了，3弟妹好像这会也有身孕在身了吧？没一会，董思突然气呼呼的跑出来，厨房里剩下的柴呢？我留着烧水洗澡的，谁给我烧了啊？缺手缺脚了，要用不会自己去砍。吵什么？忙了一天的董思很委屈，他一肚子火爆发着。厨房里的柴用完了，我没法烧水了。天气这么热，冷水洗洗就行了。凭什么？我还来这月事呢。这时马小燕出来，董思立马盯上了他。我和3弟烧完还有剩的，我看大哥好像也烧了1桶水给你大嫂洗。董思听到后，立马气冲冲的冲到了大房。你干嘛？你大嫂洗澡呢？你是不是用了厨房里剩的柴？用了呀，怎么了？那是我留着要来烧水洗澡的。我从早忙到晚，一身汗就等着洗个舒服的热水澡了。你们都给我用光了，干用不补。你给我去捡柴弄回来还我。不去。郑文栋，你有病是不？你疼媳妇你自己去捡柴，你用我的干什么？就你老婆娇贵的洗热水澡是不？喊什么？这么热的天，洗个凉水就行了，娇气死你！那他们怎么不洗凉水澡？凭什么我洗？郑文栋也无语的看着大吵大闹的小妹。厨房里的柴都是轮流去捡的，1周1人1天。这周我光捡了，但是我一直都没用过。我拿了2个烧给我媳妇弄桶热水怎么了？我只是刚好用了最后那点，但是不代表我用的是你的，懂吗？谁用的你找谁发疯去，别找我。苏莹是新媳妇，2天洗一回，2房3房2个孩子才是天天用柴烧水洗澡的。董思，够了，再闹我抽你！对你哥没大没小的。老大，文栋你也是当老大的，你妹妹想要热水，你去帮她捡点柴回来不就完了？不去，谁用她的谁去。光吃不干活，光用不补，就你会心疼媳妇，就可劲盯着我欺负，不要脸，还老大，谁家这么做大哥大嫂的？有在这耍嘴的功夫，还不如趁天没黑去把柴捡了。好了，小妹，我去帮你捡，别和大哥耍脾气了。3嫂左子玉也是一阵轻声细语的安慰，马小燕也凑过来哄着。董思被众人哄着，怒气才渐渐平复下来。郑文栋看着他那样好哄的样，觉得好熟悉，上辈子的自己。过了一会，董思用3哥捡的柴洗完澡，挽着左子玉一口一个3嫂最好，故意冷着苏莹。等吃饭的时候，郑文栋突然开口：以后我们大房的柴单独分开用。郑文栋说完，平静地看向董思，意思非常明确，这话冲着董思来的。你什么意思？你用了我的柴我都忍了，还没完了是吧？听不懂人话，我说以后单独分开用，不是觉得我用你的柴，我和你大嫂占你的便宜，你干活干得很辛苦吗？以后大房单独用，免得我们2口子用到你的，你再给我们2口子甩脸子看，幼稚不？董思涨红了脸，就这么决定了。郑文栋2口子吃完就回屋去了。单独用就单独用，求之不得。没大没小的，那是你大哥大嫂。你看他们有大哥大嫂的样吗？闭嘴！几块柴而已，非要闹得鸡犬不宁，还故意挤兑你大嫂，丢不丢人？这老四也是笨的，非要当着老大的面挤兑苏莹。不过老大这2口子也是，董思不懂事，他不是还小吗？哎，是不是对小妹太凶了？他对你一点尊敬都没，而且分开用柴咱们也不吃亏，咱们就2个人，我用井水洗就行，咱们就用1个人份，2房4个人，3房也是4个人用，捡的共用，实际上咱们吃亏不说，还要被数落，还不如趁机慢慢担出来。现在是柴，以后是厨房小灶，慢慢的就是家。可是这样，他们都觉得是你小气，你不委屈吗？被觉得小气受委屈，总比没觉得委屈乐颠颠的给人当奴才，还沾沾自喜不自知强。你说你招惹大哥干嘛？什么叫我招惹？是我的错吗？是他先用我的柴再先，我有什么错？毕竟是大哥，又不是亲的，真是不同个点，脑子都不好使。媳妇娶进来救护的和什么似的，这娶进来的和自己家的兄弟姐妹能比吗？然后左子云就宣布了一件事，她怀孕了，和苏莹的时间刚好1前1后。郑文栋看到老娘的脸色都绿了下来，她不像别的婆婆希望儿子多子多福，甚至希望少生一个是一个，毕竟她要负责坐月子带孙子。董大成倒是挺高兴，毕竟累的不是他。太好了，我又要当小姑了。紫云本来一直说妈太辛苦，这孩子要不要了算了。不过我觉得孩子来了就是缘分，打了有些造孽，怕损福气，辛苦妈了。老三说的是，孩子来了就是缘分，不兴打了，打了怕影响家里风水呢。左子云笑而不语，任由丈夫自由发挥。小的才1岁又怀了，这可真好命啊！3弟妹到时候和我们孩子生产期估计很接近，是很接近，上辈子前后就隔了2、3天。到时候妈照顾得过来吗？郑文栋被点醒，看到苏莹眼底的担忧，想起苏莹这是头胎，他们都没经验，到时候肯定需要人照顾的。没记错的话，前世老三和媳妇出去做生意，老妈也跟着去照顾了。到时候我们请月嫂和阿姨，我找了个搬煤气的活，上午卖豆腐，下午我就去干，给人冲煤气瓶冲好，给人搬上去，5块钱一罐，1辆车子能载5瓶，一下午能弄个2、3趟。13人大家庭，父亲一言堂，4个孩子赚的每个钢镚都要交到父亲的口袋。可4个孩子都个怀鬼胎，老大老实，但他重生了；老二狡猾，时不时媚一点；老三智商超高，偷着和商家去谈生意；老四木讷。可今天老大郑文栋偷摸兼职完，却发现就连最木讷的老四都在偷偷攒钱。
下次有活还叫我，记得别让我爸妈知道。这条街离家这么近，老四在这干活，一旦被家里发现，搞不好可是要连累我的。怕什么来什么。郑文栋故意绕了一圈，等身上的汗差不多没了才回家。进门就发现董思哭哭啼啼的站在董大成面前，只是没人安慰他。出什么事了？董思看到他立马不哭了。他也天天下午出去，他也肯定背地里出去赚钱了。你们要拿就都得拿，不能光拿走我的。妈的，这后爹还是下手轻了，怎么不打死他？郑文栋再傻也看出来咋回事了，董思是被发现藏钱了。还有脸哭，我和你妈还有你哥嫂一天辛苦到晚，大家都在为这个家努力攒钱，结果你背地里赚了钱，却偷偷藏起来吃独食，不像话的东西，真是白养你了。董思藏钱被我带到了，现在钱全部上交，家还没分呢，你们劳力的收入都得交给我和你妈支配，省得你们年轻人不知分寸乱花。不过我知道你们都不是偷藏钱的人，只是为了证明给你小妹看，省得她有话乱说。意思是要搜房间了。亲，爸妈你们搜吧，我这边也没意见。董大成看向郑文栋，他知道不能露出破绽，不然就是不打自招了。我要有意见就显得和我小妹一样了，搜呗。董大成很满意，给何书君递了个眼色，何书君立即挨个进屋搜。2房只搜出10几块钱，3房倒是有几百，那是我的工资。家里儿媳妇的工资是不上交的。你看看你2哥3哥，家里就数你心眼多。董思立即红了眼圈，扭头看向郑文栋和苏莹。那他们呢？我不信他们没藏。大哥天天下午出去，你自己这德行，还以为别人都和你一个德行？我这就进去搜，让你知道你爸这顿打没白冤枉你。苏莹，你把屋里的抽屉都开锁给妈看，不介意吧？妈，小妹这把年纪了，藏点私房钱也没什么吧？你看他为我说话，他肯定也是藏了钱，欲盖弥彰呢。爸妈就该直接把你打死，不知好歹。董思才不管，他好不容易赚的钱没了，不能只他一个人没。妈，你查吧。过了一会，何书君拿出一个包裹出来，里面不薄的一沓子，不满的眼神瞥向老大2口子。郑文栋也凝固住了。大房还真藏钱了，我说什么来着？闭嘴！何书君把包裹拆开后却愣住了，里面不是钱，而是几张医院的检查单子。他心里说不出该失望还是该松口气。就说你大哥大嫂不是这种人了，你自己是，以为人人都是呢？苏莹，这是检查单，医生说下次复查得带着，我怕弄丢了。是不能丢，弄丢了再查还得花钱。你自己心眼多，还要拖别人下水？全家就你心眼多，钱我给你收了，以后每天去哪都得给我打报告，没我允许不许去。作为惩罚，接下来1周的碗和衣服都交给你了。董思红着眼眶愤愤不平，他想不通，明明干了挺久了，怎么就会突然被知道了呢？肯定是有人告状。目光看了一眼2房、3房，然后落在了大房那里。他只和大哥大嫂有矛盾，是他们。董思暗暗咬牙。回到房间，郑文栋和苏莹对视一眼，彼此心照不宣，松了口气。咱们这小半个月我数了一下，有小1000块了。这么下来，等到苏莹生产，至少可以攒个万把的。我也打听了，月嫂和阿姨1个月2000就够请了，咱们这便宜，到时候我找朋友提前物色好人，请专业点的，不怕贵，一定要让你做好月子。今天老大2口子的房间你搜仔细了吗？你还怀疑他们藏钱呢？我搜得很仔细，枕头底下、床沿上我都看过了，没钱。你是听到什么了？他知道老伴是有听墙角的爱好。我能听到什么？就是老四说的，老大最近下午总出去，一出去就好几个小时，可能就是出去躲清闲。你也知道，他向来就耍懒，家务能不做就不做的，就他那点本事，能找到什么工作赚什么钱，而且他向来是最老实的那一个。董大成不置可否。老四平时也看着老实啊，背地里去偷弄小积蓄。身为大家长，子女不服管，让他很不开心。第2天，董大成没有在家干活，而是出门到了董思干兼职的地方。他找店里老板打听董思平时来几天干几个小时，都怎么给工钱的，要和搜出来的钱对下账。接着又一整条铺子问过去，问除了董思外，老大、老二、老三有没有来接活，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看来确实是自己想多了，老大他们几个还是老实的。董大成满意的回了家，他前脚走，后脚郑文栋就出现了。老板，谢了。没事，那是你爸。后爹。老板立马懂了。后爹给人当后儿子那肯定难做啊，你放心，他再来问我肯定还给你瞒着。好。这条街已经不安全了，郑文栋心想，只能暂停几天不干了，万一被发现，后果只会和老四一样。他照旧溜达到了5、6点才回到家，发现董思冷着脸正瞪着他。是不是你？说话别没头没尾的。是不是你揭发我藏钱的？那是我攒了1年多的。无语，你偷偷出去接活，你告诉我了吗？害我揭发你。谁知道是不是你在路上撞见了？郑文栋还真撞见了。就是我揭发的你。他这样，董思反而迟疑了。真不是你？难道真是爸妈巧合发现的，还是熟人撞上了？老二、老三都有可能，没准是爸妈早就发现你在打工了，故意来这么一出，好把家里其他人一锅端。他说着，忽然觉得也真有这种可能，亲娘和后爹还真是这种人，喜欢打根棍子，给颗糖。还是爸妈英明，都是吃大锅饭。凭什么你们私藏钱？你这就是自私。郑文栋故意大声丢下一句就走开了。
你又找大哥麻烦了。大哥不是那种背后揭发你的小人。董思闷闷不乐，死活想不明白。小姑和你说什么了？他怀疑我跟爸妈揭发的他。苏莹突然递过来一张纸条，是你揭发的吗？不是，还好你把钱存了。郑文栋上辈子以为最老实的老四背地里偷着藏钱，上辈子是没有这一出的，更没有被揭发。还好我把钱交给你藏了，你怎么会想到转移的？毕竟是要存着给咱们孩子用的钱，我肯定要小心再小心了。还得是你。你不问我钱放哪了？只要是你放着就好，放哪我无所谓知道。苏莹变戏法似的拿出几张存款单来，1000块竟被他分了3张来存。委屈你了。有你和我一条心，我没什么委屈的，我很开心。你把火柴拿过来，我把纸条撕碎烧掉。因为董思藏钱的事，接下来1周，郑文栋分文未入。为了保证以后下午出门不被发现，他每天下午还是照常出门，一直溜达到5、6点才回去。这几天里，董思还背后跟踪了他一回。还有一次，趁着自己冲凉，衣服就被何淑君借着去洗的名义拿走了。郑文栋知道，实际上是在搜他的口袋里有没有藏钱。不过不只是他，老二、老三也有这个待遇。董思，杨瑶姐，你怎么来了？大哥那点事家里人都知道，忽然董思就起了报复的心理。文栋在吗？我找他有点事。他刚出去了，我大嫂在。大嫂你出来的刚好，这是杨瑶姐，和我大哥是同学。苏莹一眼就看出了董思那种看戏的小心思。苏莹，你好，上次见面还是你们结婚的时候呢。文栋也真是的，叫他带你出来玩，他总不愿意。这是想说什么？文栋嫌自己丢人不带自己出去吗？苏莹不知道回应什么，干脆就没说话。哎呀，杨瑶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大哥对你的心思，怎么可能带我大嫂去见你？董思，你别乱说。苏莹，你别往心里去，我和文栋就是普通同学。你们在干什么？大哥，你来的正好，杨瑶姐找你呢，我在和大嫂介绍她呢，他们都没怎么照面过吧？我看你是被打少了，你大嫂什么人？不适合那种乱七八糟、心眼又多的社交。董思一愣，感觉好像是在说杨瑶心眼多。苏莹也吃惊地看着丈夫，杨瑶也不开心了，不过为了自己的任务，还是装得若无其事，没往心上去。文栋，你刚才干什么去了？洗衣服去了？我天，你一个男人居然去洗衣服了？不是我说，你太宠苏莹了吧？苏莹，我好羡慕你，我要是能找个这样的男人就幸福死了。我靠，以前怎么都没发现杨瑶这么喜欢说这些若有若无的话，暗示自己，真是绿茶一个。可实际我很确定杨瑶并不喜欢自己，或者说看不上自己。要是朋友的话，这些话也有些过了线，是故意针对苏莹。可苏莹没有得罪过他，那你去找，没人拦着你。王亮他们几个听到你这话，估计会很高兴。别说洗衣服，家务全包都没问题。杨瑶见招数失效，有些意外，立马转移话题。我想和你说几句话，能不能换个地方？不用，我已经结婚了，不方便和异性单独相处，有什么话直接说吧。苏莹是我媳妇，没什么她不能听的。苏莹听到这话，不由得抿唇笑了笑。好吧，是王亮的事。文栋，你和王亮和好吧？其实王亮那天和你动手后，他也很后悔。他这人心眼不坏，就是管不住嘴。苏莹，你也劝劝文栋，朋友这么多年感情了，哪能说散就散是吧？文栋是成年人，和谁好和谁不好，他自己有分寸。聪明，这杨瑶心眼是真多。王亮是说苏莹坏话，被自己揍的，让苏莹劝和，把苏莹当什么傻逼吗？一个嘴里不三不四，对我媳妇没具尊重的朋友。我郑文栋没缺朋友到什么人都当兄弟的地步。再说这是我和他的事，轮不到你来出头，以后别来了。文栋，你要和王亮绝交？呵呵，除非他来和我媳妇道歉，当然道歉了我们也不会原谅。杨瑶本来是信心满满的来，这回吃了满头灰，怕再说引起郑文栋反感，只能先离开。我送你。等回来，郑文栋正拿着衣架等着他。干嘛？你想打我？别以为我怕了你，爸妈。郑文栋深深地看了他几秒，然后忽然喊了起来：爸妈！董思他背后交对象了，是个没工作的小混子。下次再帮着外人欺负你大嫂，挑拨你大嫂和我的感情，害他动了胎气的话，别怪我动手揍。你交对象了？叫什么？是谁？哪的？不是，爸妈你们别听他胡说，没有的事。该死的，我明明隐瞒得很好，郑文栋怎么会知道的？知女莫若母，何淑君一看他这语无伦次的表情，就知道老大说的是真的。你给我进来！很快，屋里传来了何淑君的骂声，门旁还趴着个马小燕。二嫂，你干嘛呢？小姑子交对象了，大哥说的。郑文栋的屋里也传来了母亲的破口大骂声，大概内容是勒令让董思分手。郑文栋，我和你势不两立，你怎么董思恨死你了？给他点教训，省得下次没事找你。杨瑶要是私下来找你说什么，你不用听。过去确实是我喜欢他，不过那是过去了。王亮那天来找我去帮杨瑶打架，我没去，后来遇上了，他们几个说你坏话，我才和他们翻脸的。我不是反对你有朋友，只是王亮几个真心交的朋友是盼着你好，而不是总找事，更不是有架就找你去打。你不去，觉得你不讲义气，他们只是在利用你的好说话。我和你夫妻一体，我说话不一定对，但绝对是以你的利益为优先。郑文栋吃惊，这些话苏莹上辈子没和自己说过，但想想说了其实也没用，那时候的自己只会觉得他是在挑拨自己和朋友的关系，嫉妒杨瑶。以后不管大小事，我要有疑问就问我，我不会对你有一丝隐瞒的。好。花季小妹偷偷和杀马特谈对象，重生大哥识破一切，直接反手告状爸妈，强势母亲勒令女儿必须分手。大哥，小妹年纪小，不懂事，做错事教训几句就是，何必告状呢？你要不要先问问他做了什么？
老三董华不明所以。杨瑶来找他，当着苏莹的面说些似是而非的话。董华责备地看了眼董思，他就是耍小脾气。就他有脾气，苏莹还好没气没动胎气，不然看我不收拾。老三，说你大哥干什么？你大哥要是不说，这才是害了他。死丫头，背地里不声不响瞒着做这么多事。我告诉你，赶紧和男人分了，别给我丢人现眼。郑文栋，我和你没完，你给我等着。不用理他，他要敢有脾气和我说，看我不收拾他。死丫头，什么人都交往，那是能交往的对象吗？没钱没房一身债，气死我了。等人们都散去，老三又找到老大。大哥，聊几句。魏董司的事那就不用说了，她是我们的小妹，虽然我们不同爸，但从小一块长大。大哥，你之前也很疼小妹的，怎么娶了媳妇变化这么大？你们也知道我之前多疼小妹，结果她干了什么？我好不容易娶个媳妇进门，她就因为我用了点柴，对我和她大嫂大吼大叫。别说我没用了，就是用了，又怎么了？她自己打工藏钱被翻出来，第一时间就来舀我下水，还好爸妈英明。杨瑶来了，她当着苏莹的面说我喜欢杨瑶，我他妈疼她，结果她干了什么？白眼狼。不过如此，这次给她点小教训，下次再敢这么没大没小等着瞧。说完就转身走了。别看董思现在好像伤心的哇哇大哭，肝肠寸断。上辈子他分手可是分得老干脆利索的，对方当着他面跳河，他跑得更决绝了。第二天，郑文栋照常下午出门，正好瞥见王亮、杨瑶和朋友从游戏厅出来。这年代女孩出入游戏厅很少见，所以杨瑶在这帮男生眼里很不一样，能打游戏又爽朗。哎，刚才那不是动子吗？他咋不理我们？还能咋？还不都是娶了媳妇后，他那媳妇怂恿的，耳根子软的怂货。呸！想到郑文栋动手打自己，王亮心里既恨想找回场子，想了想，你们先回去。郑文栋今天琢磨着看能不能接到点活，而王亮就在身后跟着。董大成和他们碰到过，还问他们郑文栋最近有没有去打过工，还从杨瑶那里得知过家里对郑文栋他们几个很严格，董思私下兼职赚钱都被没收了。哼，你小子，等我抓住你小辫子，必须给你点苦头吃。不过这小子怎么走路这么绕？因为家里人有跟踪的前科，郑文栋反侦查意识很强，从余光就发现了王亮。这小子是想找我是吧？估计是为了报复我揍了他一顿。随后郑文栋走进一家店，还往外搬了一袋大米。哈哈，你小子可算是在我手里了，看老子不整死你！王亮立即往郑文栋家的方向跑去。郑文栋从店里出来，提着半斤红糖，老板正在和他说话。谢谢啊，小伙子。不客气。不出所料，王亮找上了董大成告状来的。董大成听到王亮说郑文栋跑去打工时，不大信。叔，文栋是不是缺钱花啊？他在哪里打工？王亮立即报了精确的位置。明天我可以带你们过去。呵呵，我打不过你郑文栋，你爹妈总能收拾你吧？明天叔去找你。然后他连何书君也没说，毕竟是妻子的亲儿子，谁知道妻子会不会给郑文栋报信？到了第二天，郑文栋出门，他立即跟了上去。果然，郑文栋出现在了这家店。不是自己的崽子，果然养不熟。他压了压火，决定回家先把何书君喊上。叔姨来了，文栋他没出来过，我一直守在这。何书君吃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走，进去。他黑着脸要抓个人赃俱获，杀鸡儆猴。你买什么？董大成看了一圈，没有看到郑文栋的身影。藏起来了。郑文栋呢？他是不是在你这打工呢？让他出来，我是他爸。什么郑文栋？我真没这个人啊！老板，别装了，我们亲眼看着他进来的，没出去过。董大成心里的脾气往上冒，何书君也算听明白了，这是老大出来悄悄打工了。这老大真让人不省心。身后一道声音响起：爸妈，你们怎么在这？你怎么在店外？什么时候出去的？我一直在店外啊。不可能，我明明没看到你出来。什么我没出来？你跟踪我？少装了，郑文栋，你在这背着你家里打工是吧？王亮，你小子报复心挺重啊！你说了苏英坏话，我打了你，你就想着法子要给我泼脏水污蔑我是吧？你小子真不是东西，真是我以前瞎了眼才拿你当朋友。到底怎么回事？儿子和王亮似乎闹矛盾了，那打工是真的假的呢？董大成也秉持怀疑了。王亮这小子不会坑自己吧？叔婶，郑文栋真的在这打工，我亲眼看到他搬大米的。老板，这你不能不认吧？他确实在这搬过大米。夫妻俩脸色一沉。叔婶，听到了吧？呵呵，你要不要听老板多说两句？他确实搬大米来着，不过不是在我这打工，我这小店而已，招啥子工人嘛？那天他来买红糖，我刚好闪了腰，你们儿子怪热心肠的，就帮我把大米搬给了客人。妈，红糖还是你让我买的呢？何书君也记起来了，确实前几天我让他买过红糖。哎，爸妈，你们这是怀疑我背着你们打工？他露出伤心的表情。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哎，没想到，真是误会老大了。怎么回事？难道郑文栋和老板说好了，可也不现了？
买个红糖，你跑这么远干什么？附近又不是没市场。就是看你怎么解释。郑文栋目光一闪，有几分心虚。就是逛远了。这表情何书君都看出来了，他心虚。那可逛得真够远啊，放着就近2个市场不买，逛到这里来。郑文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似有几分恼羞成怒。就在这时，喂，郑文栋，你还来不来耍了？一名大汉冒头，手里还拿着扑克牌。我们就逗乐子玩的，都是1分2分，玩的不大。爸妈，你们可别跟苏英说。你给我滚！玩什么玩？不玩了。老大这是躲着玩牌来了，难怪跑这么远。他一阵无语，不过心里的脾气也放下了不少。不是打工，只是玩牌。这小子真不靠谱。何书君也松了口气，只是赌牌比打工强，说明没一心。文栋，你爸也是怕你被骗了。郑文栋低头不吱声，好似因为被怀疑有些不开心。玩2局适当就可，别成天不着家的。郑文栋默默点头。董大成和何书君数落了几句就回去了。你小子这大礼，我记住了。哼，老子会怕你。嘴里说着不怕，腿却很诚实，直接溜了。过了一会，郑文栋走到后头的巷子，给了大汉5毛钱。哥们，以后有这种事还喊我，喊一声被骂1句就能拿5毛，多好的事。要是有人问什么，懂，俺什么都不会说的，放心，江湖规矩俺知道。过了大概10几分钟，董大成返回，又四处张望，然后在打牌的一堆人里精准地找到了刚才的大汉。咋啦叔？啥事？董大成掏出5毛钱过去。刚才那个小年轻的经常来这和你们玩吗？那个怂货是吧？基本每天都来，1分2分的玩，都不敢玩点大的，没劲，估计是个老婆奴。董大成放心的走了，他怕郑文栋是真的藏了什么心眼，现在看来应该是自己想多了。也是，老大是自己从小养到大的，确实没什么心眼，那点子心眼估计也就耍在打牌上了。真服了，这什么一家子，头一回见。在暗处，郑文栋盯着董大成走远了，心里一颗心才彻底放下。上辈子吃过的亏太多了，让他这辈子小心谨慎，必须确保事情不出错才行。有点像胆小鬼，但没办法，我得走好这辈子的路。毕竟这辈子再过错了，可能不会再给我重来的机会了。爸妈今天下午忽然一块跑出去，又一块回来了，好像和大哥有关。大嫂都怀孕了，这大哥也不让爸妈省点心，总让人操心。我最近找朋友搭线，认识了几个饭店的老板，到时候看看豆腐生意能不能和他们搭成线。要是能的话，家里收入能高点，孩子也能送去幼儿园。事关孩子教育，左子玉也很上心，立即和他协商起来哪个幼儿园最好。而大房屋里回来了，郑文栋看着他没有说话，但是心情瞬间踏实不少。出什么事了？没事。是不是为了赚钱的事烦着？算是吧。经过了今天，后爹和亲妈应该不会再跟踪自己了，也不会怀疑自己在外偷赚钱。可这也只是暂时的，这地方几步路一个熟人，不能保证哪天就遇上亲戚朋友，有暴露的风险。文栋，其实我想出去打工，你觉得怎么样？你不是想考研呢？工作还怎么考研？郑文栋觉得自己还是本事不够，捏紧了拳头。工作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考研的。其次，在家很无聊，出去工作我还能赚点钱。家里像3弟妹工作的话，钱不用上交，咱们也能多攒点。你为这个家着想，我也想为了这个家努力。在家里也不是真的让你闲着。苏莹想看书，但公婆还有小姑子总喜欢给她找事做。那你找份不要太累的，做得开心重要。你同意了？出去工作挺好的，这样你可以交朋友，有点自己的圈子。他心里愧疚，上辈子他无知又霸道，他自己赚不到钱，但凡有点钱就要上交父母，还不让苏莹出去工作，嫌丢人，也因此难产耐会，自己拿不出钱，最后活生生的2条生命没了。工作的事我来和家里提。吃了饭，董华就聊起了和几个饭局老板认识的事，如果他们饭店能收购家里的豆腐，家里就能多一笔收入。这消息让董大成罕见露出笑容，连问董华什么时候能谈成。看这几天就有消息吧。三哥好厉害，和某些人完全不一样。老三确实脑子一向灵活聪明。郑文栋只听不插话，老三谈生意这是上辈子也有，并且他还知道这事会谈得很成功，确实会为家里引进了固定的收入，也成了老三未来走出这里的第一笔资金。上辈子还被洗脑，觉得老三发家了，自己兄弟也能跟着享福，实际却是关自己什么事？爸妈，小可今年3岁了，我和董华商量了下，想送他去幼儿园了，就送去伊利。伊利是按照季度算钱的，比较贵。老师面试的时候说，这孩子聪明，以后长大了不定能考个本科，没准还能出息。这都多亏爸妈平时带着。子玉常和小可说，长大了要孝敬爷奶。董大成被捧得飘飘然。小可学费从你妈这边拿。谢谢爸，就是小可4点放学，我可能来不及下班。多大点事，让小燕一块接送了就得了。左子玉看着二嫂马小燕，心里不乐意，
自己儿子读的是普通的幼儿园，而老三家却选了比较豪华的幼儿园。偶尔接一下没什么，但天天恐怕不行。那我去接好了，不过我去接的话，家里的活接孩子可比干家务轻松多了，而且三哥三嫂到时候还会给点好处，到时候接着接孩子把活都给大嫂，嘿嘿。别打你大嫂主意，我和你大嫂商量了，我打算让你大嫂出去工作了。家里人都一愣，三嫂和大嫂都工作，那家里的活谁干？不还是要留给我？大嫂不是怀孕着呢，工作什么？是啊，你大嫂也说家里活多，她去工作不合适。不过没办法，谁像你大哥我赚不到啥钱呢，只能辛苦你大嫂也去工作了，不然孩子生下来全是开支，总不能指望孩子叔叔或者姑姑出钱吧？打算做什么？我朋友在一家门诊工作，我到时候过去做个前台什么的。工作可以，但家里的活不能耽误，谁也没空替你干活的。钱又不上交，还要耽误家里干活，他可不干的。不就4天轮流1天家务吗？苏莹要是没空，我干就是小问题。洗脚城每天都传出奇怪的叫声，而今天的声音却异常的大，原来是他一口气叫了8个姑娘。而郑文栋看着洗脚城的门口思索了一会，转身拿起了公共电话。喂，你好，我举报温馨洗脚城这条路有人占街卖黄。我是谁？我是热心市民。放下电话转身就走了。10分钟后，他看到了董思，看样子是在和对象分手。为什么？不是说好我们要相爱一辈子的吗？董思眼眶流着泪。我家里知道了我和你交往的事，不同意。我爸妈逼我和你分手，我也不想。青年听到后心疼坏了。董思，要不我们私奔吧？那不行，我爸妈把我养到这么大，我不能和你私奔，你也别太难受。不强颜欢笑，是我面对你的习惯，或许再坚持一下，我们就能到幸福的彼岸。你就当我对不起你吧，别来找我了。说完就跑了，只剩下青年一脸痛不欲生地看着他的背影。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你走了，留给我的只有刻骨铭心的回忆。董思回头看到对象没跟上来，才松了口气。别怪我，这对象太穷了，出去吃顿快餐都只能靠空口许呢。董思其实早就想分了，不过对方的朋友是混黑的，他之前迟迟不敢提，怕对方纠缠他，但现在可以借着家人为由和他分手。郑文栋回到家，看到苏莹在干活，立马接了过来。我来，一会带你出门转转。你看看人家大哥，看啥看？男人干家务没出息，你咋不看老三？老三也啥也不干，弟妹都帮着弄得井井有条的，你学着点。也是哈，男人干家务没啥出息，不过你这个不干家务也没啥出息啊。对，弟妹可真幸福，三弟今晚又出去谈饭局了，还把弟妹一块带上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你咋带我来吃这个了？家里没啥好吃的，带你出来解解馋。抬眼，郑文栋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董华和几个老板走过来，有说有笑。左子玉一眼就看到了大房两口子。华哥，你看。董华看到也愣住了。董华，怎么了？是我大哥大嫂。那怎么不喊上你大哥大嫂一块去吃嘛？左子玉眉头一拧，大哥那为人，一会再给丈夫丢人。董华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向前。大哥大嫂，老三，我在那边饭店应酬，要不要一块来吃？郑文栋看了一眼老三身后一帮人，看到一个熟面孔，眼前的这个熟人，未来好像坑了老三一笔大的。但郑文栋不打算多事。不了，我吃不惯酒楼的，别耽误你事儿。那我先去应酬了，一会一块回。郑文栋点点头。过了会，两口子吃完就直接往回走，没打算等老三。如果上辈子他真的会等，但现在他知道，人家就是一句客套话而已。第二天，郑文栋一睡醒就和董华碰上了。大哥，你昨天怎么先走了？我困了。那会是有点晚了。你放心，你和大嫂出去吃摊的事，我和子玉没告诉爸妈。哥，嫂子怀孕不容易，爸妈节省，你多关心关心嫂子。郑文栋看着董华，一脸真诚，不似虚伪的。可他上辈子做的事，郑文栋却看不透。又或许现在的董华还年轻，心性还是淳朴的。然后就又是日常卖豆腐的一早上。郑老大，郑老大，快去南市看看，你妹被小混混纠缠上了。等到了，老二已经先到一步，正把董思保护在身后，对面前的一帮混混口头警告着。董思，我是真的爱你。黄子凡，你别这样，太丢人了。我家里不同意我和你在一起的。只要你喜欢我，我们就有在一起的权利。你家里凭什么阻拦我？郑文栋近看并不上前，这一幕上辈子也有，只不过上辈子是董思自己要分手，作为老大的他义不容辞，不顾苏莹阻拦出头了。等回到家，董大成得知后破口大骂：哪来的黄毛小子，也敢欺负我们老董家的人？那小子狂得很，还说什么我们没权利阻拦他呢？董思害怕的低头哭泣。哭什么？你爸你哥在呢，还收拾不了那小子，没出息的，别哭了。小妹，别哭了，有我们在呢。就是别怕，他再来纠缠你，我们就出头收拾他，让他不敢来纠缠你。董思感激地看着哥哥们。苏莹本来也想说什么，不过见郑文栋从始至终不出声，他也干脆选择安静。大哥，你怎么不说话？法治社会，大不了报警，把那小子抓进去。董思面上闪过一丝慌张。等回到房间，老大也太冷漠了，
今天全程都没说句话，那可是小妹。人家那叫聪明，你个傻憨憨的，就你心眼直，嚷嚷着要出头。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就要出头，谁知道小姑子有没有玩了什么？你这婆娘啥意思？我妹能玩什么？我就说一句，你急什么啊？就你大聪明，你看老三和老大都没说啥，就你跳的最欢，别给当冤大头使了。董才根本听不进去，只觉得自己媳妇过分，竟然乱揣测妹子。一大早，郑文栋就听到了董大成训斥的声音，是董思今天不想去卖豆腐被骂了。不过过了半个小时，还是照常出现在了摊位上。郑文栋卖得很不上心，大概是因为知道这钱就算卖了，也要上交，落不到自己的口袋，自然也缺乏了干活的动力。来5毛钱豆腐。陶朝阳，给钱收好了。和其他狐朋狗友来买东西说都是熟人，免钱不占便宜王八蛋不同，陶朝阳每次钱都会给到位，也是郑文栋唯一一位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朋友。王亮的事你知道不？郑文栋心知，应该是指被抓的事。怎么了？他被抓起来了。哦，我和他闹翻了，不清楚怎么被抓的。陶朝阳有些意外，他和王亮之前关系很好。扫黄，巴拉巴拉巴拉，反正抓了个现场。他经常隔三差五约朋友去那里玩。栋子，你已经娶老婆了，嫂子听说也有身孕了。王亮他们几个玩的比较花，你最好和他们保持点距离。好，我会的。回到家，郑文栋稀罕的发现其他3个都没回来。卖到这个点，不应该啊。马小燕只往外张望，忽然郑文栋想到了什么。上辈子我替小妹出头是今天吧？正想着，忽然跑进来了人。董大成，董大成，不好了，你快去河边看看，你家闺女出状况了，她那个对象求复合不成，跳河了。媳妇们都看着家，老大和我走。要是子凡出了什么事，你得给他做媳妇。董思腿都吓软了。放屁！凭啥子？凭子凡是为了你妹妹才跳的河。可笑！我们自己家养大的妹妹，凭什么你跳下河，我们就得把妹妹嫁给你？媳妇是这么好娶的吗？黄子凡过了一会醒了过来。董思，求求你了，我不能没有你。黄子凡这么极端，只是让他更坚定分手是对的。倩家，倩家，你看子凡这孩子这么喜欢你闺女的份上，就让他们在一起吧。你们赶紧把他领回家照顾吧，别着凉了。啊，那给剧准话啊。小年轻的感情勉强不来。董思他是爱我的，只是家里人不同意，是吧，董思？董思在董大成恶狠狠的眼神里不敢吱声。回到家，董大成一巴掌抽了过去。孽障！你看看你招惹出来的事，脸都给你丢光了。爸，是那黄家人过于无赖，不能怪小妹。什么家人？都不知道哪门子亲戚。他也觉得这是难办，黄家人明显借着董思咬上来了，自己难不成真得把女儿嫁过去？他再不心疼女儿，也做不到看着她往火坑里跳。爸，要不小妹这段时间还是别出去卖豆腐了吧，先避一阵子。那黄子凡总不能时时刻刻等着吧？他就是继续卖，只要不搭理黄子凡，那黄子凡还能捆住他去当媳妇不成？不卖，每天就少几10块的收入。董大成有些不乐意。老大，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郑文栋开始装糊涂。爸，你想怎么处理？先吃饭。大哥，黄子凡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不想再出去卖豆腐了，帮帮我。那就不卖了吧。董思呆住了。可是爸妈不会同意的吧？也是，那就还是卖吧。董思一整个傻眼住看着郑文栋离去的背影，大哭了起来。小妹躲在房间里一直在哭。那个黄子凡这是故意跳的水吧？那河其实又不深，死不了人。要是真跳，咋不去跳大海？估计就是抓住小妹心软。那他可打错算盘了。董思可不心软，只是遇到了一个犯无赖的黄子凡。你不担心吗？担心什么？那黄子凡找小妹麻烦啊。你最近好像有些变了，要是以前你头一个去出头了。郑文栋顿了一下，他不担心吗？不是的，1999年的郑文栋是很担心家人的，把兄弟情、朋友情、父子母子情，所有一切都看得比媳妇都重要。可他是未来的郑文栋。那你觉得我现在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我喜欢现在的你，以前的你也好，但是你把很多东西看得太重，可有些人配不上你对他们的好，只是利用你居多而已。小妹的事看似麻烦，但迟早都会解决的，我就担心也无济于事。何况我现在有你，有孩子，我做什么也得为你和孩子考虑，反正时间会解决问题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当郑文栋再次被喊到男士的时候，看到了倒在地上的董才，仿佛看到了上辈子被揍的自己。男人为被骚扰的妹妹出头，不料对方却也七七四十六人。10分钟后，郑文栋背着董才来到医院。还他爸呀？这是咋回事？哪个天杀的打的呀？老大，怎么回事？我也是被人通知过去的。到地方的时候，老二已经躺在地上，小妹在旁边哭，医生说粉碎性手骨折，多处软组织出血。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的董思身上。二哥是为了帮我出头，黄子凡又来找我，二哥对他动了手，结果黄子凡的朋友们忽然出现，把二哥打了一顿。郑文栋的目光一闪，董才得伤势可不是打了顿那么简单，不如说是黄子凡的蓄意报复吧。
估计是把家里人阻拦他们在一起的气都撒在了老二身上。都是你招惹的什么人，害得孩子爸这样。黄子凡呐，好了，刚刚警察叮嘱了，说还要预防黄子凡再次报复。医生，我儿子这样什么时候才能正常工作？他家里2个孩子要养呢。少说休养3个月吧，还是恢复的好的情况下。董大成的脸肉眼可见的黑了，董思心虚的低头。这么久，那这3个月的医疗费、休养费、营养费，还有孩子上学的费用咋办？二弟妹，这是二弟的费用，你去结一下，不然医院要赶人的。爸，董大成一看账单，心在滴血。可惜我没啥本事，赚的钱也都上交了，不然我就把钱给交上了。董大成责备的话生生咽了下去。家里的子女都是在帮家里做生意，钱都上交到他这了。你先回家去取1000块钱交了去。我有个朋友在医院做护士，要是需要的话。不用，二弟的伤让你朋友帮忙左右也不会恢复得更快，公事公办来就好。你这边就算是帮了忙，欠了人情，对家里来说也是理所当然，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只会觉得我们帮的不够多。他开口是为了郑文栋，郑文栋说不需要，他乐意不欠这人情。那行。郑文栋温柔地看着苏莹的背影，上辈子相处时间短，又眼瞎，这辈子相处上了心，才发现苏莹不管做事说话什么的，都会把他放在规划里，他的未来规划里始终有他的影子，这让郑文栋有种温暖的踏实感。董才住院的几天，董思主动接手了二房孩子上下学和洗澡的事，就是干的活再多也不敢发脾气，这回他巴不得在家里做个透明人，不引起关注。文栋，怎么了？你二弟今天要出院了，你过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还有这汤拿去给你弟喝了，他骨折了需要补钙。我还得去捡柴。捡什么柴？这都小事，让你小妹干。董思在旁边不敢有二话。那行。最近这猪肉是真贵，5块1斤，买了1斤猪骨头花了4块呢。郑文栋看着那汤呆住了。按说儿子骨折了，做父母的给炖汤喝很正常的事，可是这么正常的事，上辈子郑文栋却没有。上辈子他为董思出头也伤筋动骨了，新伤加旧伤，没比董才好到哪去。但是受伤后家里1毛钱医药费都没出，最后还是苏莹掏出来的。原来不是猪骨贵，家里舍不得买，只是舍不得给我买而已。在后爹眼中自己不是亲生的，亲妈倒是觉得自己亲生的，可一边是1个，一边是3个，明显3个那边分量更重，他得听后爹的。原来自己在亲娘和后爹眼里不值钱到猪骨汤都不配。从医院回来，郑文栋看到苏莹，3两步过去将她抱在怀里，他忽然想到上辈子的苏莹是哪来的钱给自己看病买猪骨的，大概率问他的朋友借的，也有可能卖了他的金首饰之类的。苏莹，怎么了呀？大哥，大嫂的水烧好了，辛苦董思了。小事，大哥大嫂感情可真好。可是大哥以前不是很喜欢杨瑶吗？想谁碰谁，董思出去买菜就和杨瑶碰了个正着。董思，我听说了你的事，但是你大嫂好像对我有意见，我也不敢上门，没事吧？没事。两人聊了一会，董思的分享欲突然刹不住车了。杨瑶姐，我和你说，你别和我大哥大嫂提，我看到大哥大嫂抱在了一块。真的呀？郑文栋抱苏颖，怎么抱的？他为什么要抱苏颖？杨瑶虽然只是为了做任务攻略郑文栋，不是真的喜欢他，可转而对苏颖好的话，这会让杨瑶有一种自己的东西被夺走的感觉。就算郑文栋是他不要的垃圾，他宁可毁了这垃圾，也不允许这垃圾进了苏莹的口袋。你这大嫂哄人本事不错，你大哥都被他哄得团团转，都和亮子我们断了往来了。我大嫂确实会哄人，她进门后我大哥都变了好多，给她买肉包子吃，单独只有她的份。我好几次还看到我大哥给她带小零食回来。郑文栋这边的失控让杨瑶有点坐不住了，特意挑了时间，仿若不经意般的出现在集市。来5毛钱豆腐。你有事？王亮被抓了，你晓得不？怎么都来问我这问题？我举报的，我能不知道？他太可怜了，被处罚又被关了起来。他家里你也知道的，没亲戚就他自己，给不起罚金。我想着我们几个凑笔钱，帮他把钱交了吧。杨瑶自认为自己这主意非常的大气讲义气，至少身边那几个是大力赞赏他的。样子要知道你给出了钱，等出来一定会感激你的，到时候你们就能和好了。我有说过我要和他和好吗？要你多管闲事。杨瑶呆滞住，怀疑自己听错了。郑文栋，你真的娶了媳妇不要朋友了？你都多久没来找我们玩了？现在我都低下头主动来找你，帮你们出谋策划了。我有让你来吗？你是来搞笑的吗？杨瑶震惊了，你真是变得让我不认识了，你别后悔。他跑开，有一段距离后停下慢走，结果始终没有人追上。回头，郑文栋竟然还在卖豆腐。怎么回事？郑文栋怎么忽然就脱离掌控的这么彻底了？就因为苏妍，真该死，得再想办法。现在我还不确定需要攻略关键对象之一脱离掌控对自己掠夺气运有什么影响，影响大不大？得观察观察。郑文栋没过几天又见到王亮出来晃悠了。还得是杨瑶这样的女人好啊！我被关进去谁都没理我，只有她凑钱把我保释出来了。
谁要是错过这样的女人，得悔恨一辈子。郑文栋眉头一皱，他能听出来王亮这话是对自己说的，可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说？这个奇怪的疑惑盘旋在脑海里，有点不得而解的困惑。杨瑶的行为意思很明显，要获得王亮的好感，这点他做到了。那如果是王亮被个女人这么体贴的对待，他应该很感激这个女人，把她当女神一样的对待。可王亮却到自己面前说这番话，不似挑衅，更像挑拨自己和苏莹的关系，想让自己后悔。他为什么要让自己后悔？按道理自己不参与，他少了对手可以更好的获得杨瑶的好感。把不合理往合理推断的话，那只剩下是杨瑶让他到自己跟前来说的。那杨瑶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杨瑶很针对苏莹。郑文栋心里想着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盘旋在心口就像一团线，但是在见到苏莹后，这团线就自己松散开了，不是得到了答案，是全身心的放松了。你回来了。苏莹有些无精打采的。怎么了？不舒服吗？不知道为什么老出汗，天气闷热的没劲，吃也吃不好。郑文栋看了看她的肚子，知道这大概都是怀孕导致的。不吃点不行，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给你买点话梅。苏莹眼前一亮，我想吃点西瓜。我去给你买。她起身重新出去，这2天要刮台风，平时摆摊的西瓜竟然不在，郑文栋只得往远点跑，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卖西瓜的。回来路上的时候，忽然哗啦啦的下起雨来。吃吧。苏莹眼眶立即泛红了。你都被雨淋湿了，快点去洗澡，然后弄点凉茶喝，别中暑了。啊，是西瓜。西瓜这时候在普通人家这里也是昂贵的水果，别说小的流口水，大的也馋啊。西瓜还有没？但显然没了。大哥特意去买的吗？大嫂，你可真幸福。我才是幸福的那个。董耀口水流了一地，好希望大伯大伯母也分他一口，可惜直到剩西瓜皮也没他的份。我要是这时候能有一口西瓜吃，我该是多幸福的小孩啊！这老大竟然还买了西瓜，还只买了那么一小片，一小片再去皮，缺斤短2下，那1斤算下来的多少钱？而且一大家子，他只买给苏莹，兄妹没份，爹妈也没份，宠媳妇也没这么宠的，真是离谱到没边了。你给他钱了？没有啊。那哪来的钱买西瓜？存私房钱了？疑心病刚起来就有了答案。郑文栋过来交今天卖豆腐的钱。妈，我花了6毛钱买了西瓜。原来是拿做生意的钱。6毛钱我和你爸的做多少豆腐了？起早贪黑的，没有你这么花钱的。咱现在几家子还挤在这暗不见光的出租屋里，有钱的攒起来。为了6毛钱，他硬是把郑文栋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给数落了10几分钟才放他出来。回到房间，苏莹气鼓鼓的，心疼坏了。妈也真是的，就花了几毛钱把你数落这么久，要不咱把钱补上得了。没事，我故意的。要是有钱买西瓜，就仿佛在告诉二老咱们有私房钱。那么以我对爸的了解，接下来爸就会怀疑咱们藏了多少，是不是去找了工作，花了做生意的钱，至少可以瞒天过海，爸妈不会怀疑到他们藏钱这点上。没事，等有一天我们分家，我们就买个大西瓜，光明正大的吃。这孩子之前不这样，娶了苏莹后就有点变了。孩子大了，花几毛钱你也别总念。他嘴上这样到刚才却没阻止，可比起郑文栋偷打工藏钱来，花6毛钱买西瓜这件事，董大成比较能接受，至少说明郑文栋老实，没藏钱。妻子怀孕2个月，家里就60天没吃上毛蟹旺和蟹肠，甚至就连厕所也再没有出现过海带。下次产检什么时候？明天呢？我陪你去。你不出去卖豆腐了？休息1天，反正赚的钱都归爹妈，1分都到不了我们口袋。那行。对了，姑子的事咋办？那姓黄的又纠缠董思，又把董才打了，现在还时不时过来闹，就这么任由他们闹吗？咱们别管了，那是爸妈该操心的。你在这躺着呢，你的大哥大嫂在吃西瓜，三弟妹时不时的下馆子，就你个冤大头受一身伤，谁想过给你送一口西瓜来了没？你想吃西瓜你就直说。虽然我很想吃瓜，但这是我想吃西瓜的问题吗？凭什么你就说姑子的事，老大没出头，老三没出头，就你厉害上赶着出头？你有没想过，要是你出了什么事，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办？你真是要气死的！你看你躺着，爸妈来看你几回，一次都没，照顾你的都是我。老三就嘴上关心几句，老大更好，直接问都不问，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别乱嚷嚷，当时不是大哥背我去的医院吗？小妹出事我能不出头吗？我是他哥。他那么多哥，为什么就你非出头？也就你把他当妹，你看看你挨顿打，最后打人的人跑了，黄家人现在还时不时上门缠着让董思嫁过去，说他们打人的是他们，就说是黄子凡的朋友打的，跟他们没有关系，真是的。还有这种无赖。同样烦恼的还有董大成，因为黄家人时不时来闹，已经附近有几个租客投诉了董家，房东警告了董大成，如果再处理不好，就让他们搬出去。找个这么便宜的房子不容易，又住了这么久，不能被赶。这可怎么办？
他这成天来闹咱住的也不安心，邻居也投诉，还有老二，这哪天出去再对上又被打了怎么办？还有女儿。董大成深吸了一口气，你拿笔钱出来。多少？要干嘛？董大成决定花钱摆平黄家，这家人就是破皮无赖，只能通过给钱来解决事了。最后他和黄家一往一来的商量，给了黄子凡800块精神损失费。是的，对方纠缠董思，打了董才，他们还得给对方钱。第二天夫妻俩产检完回来的路上，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凭什么赶我走？出来说清楚。那不是你朋友吗？好像是王亮。是他。这时候王亮也转头看到他们夫妻俩了，目光在苏莹脸上扫荡一阵后，落在郑文栋脸上，大约是被看到了尴尬的处境，脸色很不好看。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行啊，你报，你去报，老子租了这里，你凭什么不让老子进？他暴躁地一踢旁边的墙。我刚才说得很清楚，这房子我买下来了，我不租了，所以请你离开，有什么问题吗？哟，凭什么你说不租就不租了？问过我同意了吗？你们房东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这胡搅蛮缠的样子让苏莹忍不住皱起眉来。郑文栋则想起来了，上辈子好像也有这么一出，那女孩好像是硕士生开公司的，王亮在他们面前没少骂这女孩拽什么，说着下流肮脏的话，还说想把她睡了就老实了。我是房东，我就有权终止续租合同，何况你的合同本来也到期了，我只是不和你续而已。1个月前也通知你给足了你时间搬了，之前你签的房租也不要了，仁至义尽，别胡搅蛮缠。王亮憋屈无比，尤其是郑文栋在，让他有种被看笑话的感觉。那我在这住了这么久了，有感情了，你说让我搬，我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行，你要我搬，我搬，不过你得借我钱，我现在手头没钱租房子，你要不借我就不搬。我告诉你，做事别太绝，不然我会让你后悔的。苏莹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心里暗骂这王亮脑子有病吧。我们走吧。好。郑文栋早想离开了，苏莹没走他才陪着。苏莹松了口气，他真怕郑文栋会替王亮出头。等回到家，苏莹犹豫再三，还是和他商量。阿栋，你交朋友我不会干涉你，但是像今天这样的事，如果王亮来找你，我希望你不能替他出头好吗？郑文栋知道这是之前的自己让苏莹有了阴影，苏莹的担心是没问题的，放重生前他绝对会无条件替王亮出头。你放心，我结了婚，不是单身时候了，有了你和孩子，我任何事都会以你和孩子为优先，涉及到任何波及你的，我都不会去做，就是要做，也会和你商量，得到你的同意。不只是波及到我和孩子，就是但凡涉及你的人身安全，你也要慎重而知。等快到入睡的点时，一个声音骤然响起：董大媳妇儿，董大媳妇儿。何书君和外头的人说了几句什么，匆匆忙忙就要走。妈，咋的了？你的儿媳妇难产了，我过去看看帮帮忙，晚上不一定回来了，门锁好。妈，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能帮上忙不？要不说董华讨人喜欢，人情世故这块他确实是家里兄弟里比较强的，像董思这会缩着脑袋就怕喊到自己呢。女人生孩子你去了能干嘛？我去就行。等到了第二天中午，何书君才回来。妈，啥情况啊？姨的儿媳妇怎么样？大出血，进了那什么来的 ICU。 对，哎呦什么的。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尤其董思。生孩子这么危险的吗？嫂子们不生的都很顺利吗？郑文栋沉下眉眼，现代人总以为医学发达，生孩子很普遍了，可实际了解就会知道，生孩子从来就不曾解除过危险过。医学的发达也不过是避免了产妇多受罪，但该受的罪还是得受。苏莹和左子玉都是孕妇，这会有点紧张。哎呀，不知道咋个回事，好像是怀孕了，然后什么血压高了的并发症，我也听不懂，反正就是胎儿在生的过程，大人忽然就口吐白沫没意识了，然后又大出血，说是血压低的心脏什么来的。何书君也说不清楚，只是回想那场面就吓得不轻。郑文栋则是眼皮狂跳。苏莹的产检报告是有一项异常的，就是心脏相关的指标。我姐家这个情况，她家经济也不好，现在得凑医药费，我想着也出一点，不知道拿多少合适。包个100-200的过去吧，人命重要。何书君也是这样想的，进屋去拿钱了。要给100-200这么多吗？抢就是要的，孩子家大人，估计没个几万不够。左子玉被吓回屋了，马小燕也吓得直念老天保佑。还好她生2个都顺顺当当的，没人发现。郑文栋异常的沉默，大概是在这个家他向来也沉默寡言。等人们都散去，苏莹发现了丈夫的异常。阿栋。郑文栋看他，眼里都是害怕失去的恐惧。苏莹，要不这孩子我们不要了？这话他说的很艰难，可是如果要这个孩子，要是让苏莹有了风险，他宁可不做爸爸。你是不是被吓到了？郑文栋想说那不是吓到，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他难产丢了命，说什么傻话呢？别说我现在好好的，就是我真的有什么问题，也不能说轻易的放弃孩子啊。
再说了，情况不同，我是学医的，你还信不过我吗？姨儿媳妇的情况和我不同的，我血压是正常的，血糖也是正常的，不会引发异常的。她那种情况应该是产检没到位，不要再说这种傻话了哦，宝宝听到会不开心的。郑文栋听着他的话，心里勉强冷静下来，但还是心有余悸，忽然有了危机感。苏莹手里的钱顶多1000来块，1000多块，进了医院那什么也不是。如果真的有万一，根本指望不上家里出钱，哪怕暂时不确定苏莹身体的情况，但赚到一定的钱，保证能够应付突发情况是绝对必要的。赚钱，郑文栋从未有过的坚定。郑文栋下午又出去了一回，口袋里多了20多块，只是外快20多块其实也不少了，但想要给老婆孩子足够好的生活，这钱就远远不够。栋子，有事？咋的？没事就不能找你了？栋子，我们过来找你确实有事。亮子。王亮深吸口气，表情别扭，有一种不服的劲儿，但又似乎有什么迫事，他挤出了笑容。栋子。郑文栋冷漠地看他，王亮被他这眼神有些伤到自尊，忍着恼火开口：之前的事是我的错，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我计较，咱们朋友这么多年了，你不能不给这个面子吧？就是栋子，王亮他知道之前做错了，你就别和他计较了呗。有什么事直说吧。妈的，给脸不要脸，老子要不是落魄了能来看你脸色。栋子，是这样，王亮这会租的房子被卖了，房东要赶他，我们几个想着一块出点钱，你这也一块出一点，都是朋友，你不会不帮吧？王亮缺钱，他借此出这个主意，就是想让王亮和郑文栋修复关系，从而体现自己在这小团体里的重要。当然，重要的是重新拉回郑文栋的好感。没事，100-200也行。别说100-200，5毛都没。我现在穷的都啃馒头了，我都想找人借钱，要不你们先凑50借我。栋子，你别开玩笑了，你不能100-200都没吗？苏莹现在不是在工作吗？要不你跟他拿，他肯定有吧？王亮立刻跟着点头。你脑子有大病吗？郑文栋，你骂杨瑶干嘛？傻逼似的，不骂他骂谁？和苏莹真说得出口，老子和你们好歹还混过，苏莹和你们什么关系？半毛钱关系都没，你们还没少在老子面前说他坏话，让他出钱，把他当什么？再敢打苏莹主意，别怪我送你。他警告地看杨瑶，如果说之前不确定，这回他却是有些确定了。杨瑶确实很针对苏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肯定不能是因为喜欢自己。杨瑶见他这态度也惊到了，郑文栋真的在脱离掌控。她是你老婆，你现在没钱，她替你出点钱怎么了？我要是她，我就是没钱，我都去借。谁拦着你去借了吗？说的比唱的好听，来找我这干嘛？够啊，算老子看错人。杨瑶，别求他了，他就是个孬种，娶了老婆不要朋友。呸，我们走。栋子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狗屁的难言之隐，不就因为他那老婆吗？他都那么骂你了，你别帮他说话了。他是真心疼杨瑶，这不比苏莹那女人不知道好多少倍吗？说曹操，曹操到。他们迎面和苏莹碰了个正着，苏莹被王亮凶狠的眼神有些吓到。男人只是想帮孩子剪下房顶上的风筝，却意外发现一个秘密。你们在干什么？小姑，我的风筝挂上去了，大伯帮我拿呢。他神态紧张，脸色苍白，心跳都快跳出来了。男人看了一眼，好似什么都明白了。大哥，说，我藏钱的事，你别告诉爸妈可以不？要是让爸妈知道了，被打事小，钱又要被没收了。郑文栋瞥了眼这小妮子，自己真是看走眼了。前世他以为这个家里自己和他是食物链最底端，结果人家至少还知道藏钱，可自己呢？帮你隐瞒可以。董思一喜，但我有什么好处？万一叫爸妈知道了，我做共犯，我也得受累。最后，郑文栋拿走了董思1/3的积蓄，同意帮他保密。吸血鬼，什么大哥，一点做哥的样子都没。等气呼呼的到了厨房，看到柴又没了，他更气死了。柴呢？我的柴呢？哎呀，小姑，最近你二哥身边离不开人，我不方便出去，就把柴用了。那你咋不早说？这么晚，我怎么出去捡柴啊？马小燕见他指责自己也不乐意了，就一点柴，捡还你就是了呗。孩子洗澡要用我也没法啊，你是姑姑，总不能和孩子计较吧？二嫂，这是一点柴的事吗？他觉得这个家都盯着自己欺负。小姑子咋了？我听着好像和二弟妹吵架呢。郑文栋没搭茬，而是掏出一把钱。哪来的？小妹藏的私房钱被我发现了，她人好，分了我点。苏莹瞬间懂了，这是有把柄落自己男人手里了。我也没说不给他用，可他凭什么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还和我吵？董思心下有苦得找人说，于是就找到了三嫂吐槽。左子玉敷衍的虚应了几句。姑子，我先去上班了。左子玉不想听他抱怨啊，论共情他是站在马小燕这块的，因为他也有2个孩子，用柴肯定快啊。董思作为姑姑，就当为侄子们付出点怎么了？要是大哥没分出去的话，他们肯定和自己同一个立场，能理解自己。这么一想，之前看来误会大哥大嫂了。郑文栋则今天卖完豆腐就来找到了陶朝阳。王亮几个前阵子找我凑钱，我没借。哦，
他们没找我借。他心道，找我也不会借的。他虽然也认识王亮、徐有朋几个，不过三观不同，只做表面朋友不交心。不借是对的，他们几个陶朝阳对王亮几个的事兴趣也不大，倒是看着郑文栋，觉得他近来有些变化。怎么说，做事和以前不同了，稳重并且有脑子了一些。栋子，我打算去京城看看。上辈子也有这事。陶朝阳就是去了京城后，在那边发展做了点营生，然后找到了老婆，回来娶了老婆，买了房子，出去看看挺好。你现在单身没老婆孩子，趁现在出去发展发展，赚到钱以后有了老婆孩子，就要考虑家庭不能总是闯荡了，家庭需要陪伴。你这想法和我一样。什么时候去？月底出发，和家里说好了。京城啊，没去过，不知道怎么样。他有点忐忑，但更多的是期待。栋子，你要不要和我一块去？去京城？你家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而且我知道你最近私下在赚钱是不？苏英怀孕了，等生了都是开销，我做生意的钱都是上交的。但你也知道，我爸是后爹，我妈虽然是亲妈，但一边是一个孩子，一边是3个孩子。就是知道，才劝你往外走，小县城才束手束脚了，你赚起来还要背着家里。去了京城就不一样了，你就可以舒坦的赚钱了。你爸妈总不能跟你到京城吧？就是跟了，京城那么大，他们想探亲也没那么容易。这倒是事实，京城那么大，区县那么多，爸妈他们再有能耐，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想要掌控我也就没那么容易。何况他们也不可能为了掌控自己花大钱时间坐火车或者飞机，道理是这样，但我想陪在苏莹身边。行，但栋子，你考虑考虑，我月底出发，你要是去，到时候咱一块做个伴，你回去也和苏莹聊聊看，我觉得她很聪明，或许她和你想法不同呢。从陶朝阳这里出来，郑文栋心思有些波动，这几天他都在想怎么赚钱。陶朝阳的话给了他启发，要赚大钱还是得去大城市，去了不一定能赚到大钱，但不去一定赚不到。小县城限制太多了，在这里赚，被后爹亲妈知道了我能赚钱，有利用价值，以后想划清界限就不容易，恐怕他们时不时会来找自己，想分家也没那么容易。虽然我和苏莹可以拒绝，但是亲戚七嘴八舌，总是烦不胜烦的，少不得有些还会道德绑架苏莹。郑文栋蹙眉，不想叫乱七八糟的人扰了小家庭的清静。刚到家，发现妹妹正在和苏莹说话。大嫂，之前的事是我不懂事啊，就是柴的事，我以为大哥大嫂用了我的，现在我知道了，其实我们才是一针线的。二嫂三嫂有孩子，大家一块共用，他们用的才是最多的，大哥只是正常使用而已。都过去了，提他干嘛？放心吧，你大哥没和你计较。那大嫂，要不大家还是一块用吧？他把小心思就差写脸上了。苏莹笑笑，能分出来用，干嘛还一块用？他傻呀。这是啊，看你大哥。现在这样正好，就这么保持着吧。董思很失望，这样保持，他干的活多呀，可他无处诉苦，和爸妈说，爸不理他，妈觉得他女孩子多干点活怎么了？二嫂找他吵，三嫂翻来覆去只会那几句安慰的话。近期天气预报台风天过，省不好出去做生意，生意就停歇了3天。何书君肉疼这几天没生意进出，心情不好呢。忽的，房东上门了，房租495块。何书君往外拿钱的手停住。不对啊，房东，你咋多算了60块？不是这样，这个月开始房租上涨20块。不是，咋就一个月涨20那么多？这也没通知我们啊。这不就通知你们了吗？这一带都在涨价啊，不信你去打听打听，别人早半年就涨了，我一直没涨嘞。租嘛，不租的话就搬出去，腾给别人。何书君心里火气往上冒，这住几年你一直涨一直涨，搬进来的时候啥家具也没有，都是我们自己添置的。那没家具才给你们没家具的价格啊，要有家具还能是这个价格吗？呆呀，你咋这么计较的嘞？能租就租，不能就腾。交吧。妈，外边房租确实一直在涨。看你家男人多讲道理，这不是交不交的事，我就是想要个道理。吵了半小时，最后钱也还是交出去了。早交不就完了，耽误我半小时。你说你们刚才帮什么腔啊？他年年涨，住进来就没不涨的，今年20，明年30，还这副态度，气死人了！不压一压，没准下个季度又涨。那你能找到比这还便宜的租金吗？一堆子烂人，房东不行，邻居问题多，啥时候才能搬离这里啊？再忍忍，再攒1年钱就够了。董大成心里也受不了这里，何书君心里憋屈无比，还要忍1年。不过想到1年后能搬离这个鬼地方，他心里又充满了期待。你们要争气啊，爸妈就靠你们了。他心想，他就不信自己没办法让几儿子住上市中心的房子，搬离这里，到时候气死房东和邻居。董华和董才、董思3个人都是点头，这回兄妹的心倒是相当整齐，那就是赚钱搬离这里。郑文栋则心里知道，在1年多后，这家确实顺利的搬离这住进市中心，因为老三的生意就快谈成了。分家也是在那时候，过了没几天，许又鹏竟突然上门。环东，
还在怪兄弟几个呢？前几天亮子是口无遮拦了点，他脾气急眼了就那样，你别和他计较。有事说事。你考虑出去打工不？几个意思啊？该不会自己想的是被后爹知道了，找人来测试自己？是我认识的一个铁哥们提供的路子，到京城打工，1个月包吃包住，这个数4000。哦，打1年工就有4万多，那不比你在这卖豆腐强？而且你卖豆腐钱也不进自己口袋吧？名额有限，因为你是自己人，我才帮你要了1个名额。要是你也去的话，那就我和你加上亮子，还有我2个表哥一块，怎么样？去不去？不去。别急着回去啊，你回去考虑2天，不要紧。说着不给郑文栋拒绝的机会就跑开了。咋样？他答应去了吗？他说不去。妈的，这怂蛋，我就知道他不去。你也就嘴炮，真知道你还让我去炸他。不过我让他考虑了。哼，那我等着让这小子好看。要是这小子敢答应，等到了京城就把他丢下。去京城打工是真，高薪招聘是假。不过是王亮想收拾郑文栋，逼着徐有朋配合自己罢了。高薪招聘的事很快在周边流传了起来。重生回来的郑文栋知道这都是骗局，刚回到家就听到母亲的骂声：“不许去！你这死丫头，心真是野了。豆腐不卖，去看什么招聘被卖？人家要是能高薪招人，招什么人不好？招你！”原来是董思也去看了高薪招聘，结果被何书君抓了个正着拖回来。那企业发展缺人呢？缺人，招什么人没有？就缺你去拿人家的钱，你要敢去，我打断你的腿。董思到底没勇气背着家里出去闯，只能失落的放弃。郑文栋看着招聘的广告单，目光不由凝视。京城。他又想起了陶朝阳邀自己去京城的话，前世他作恶多端，家暴妻子，甚至妻子难产死去之时，他却在外给女神当舔狗。可女神和兄弟只是把他当成怨种，家里也只把他当外人。重活一世，他要报仇，他要在妻子离去那天之前赚到足够多的钱，他要去京城。虽然我不希望你出去，但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我也是支持你的，你明白吗？孩子现在还没出生，咱还有点自由，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丧偶式教育，所以你要是有想去京城闯的想法，就去吧，宝宝肯定也是支持他的爸爸的。在你生孩子前，我会回来的。好，我也会努力工作，努力备习。夫妻俩商量了一番，第二天一早，房东一声巨响。郑文栋，我告诉你，你不许去，你要去了我们就离婚。屋里直接扔出一只鞋砸到董才脸上，他刚想骂人，看到老大沉着脸冲了出来。大哥，你和大嫂吵架了？不是我说，咱男人让着女人一点。这是怎么了？一家子大早上被这一幕干懵了。没啥事。说完便出门了。大嫂，你咋啦？你大哥说要出去打工。打工？打什么工？就是和徐有朋他们一块去京城打工，说1个月有4000。4000？咋不说4万呢？徐有朋那几个小子成天没事干，一听就不靠谱。何书君强烈反对，现在满脑子都是一家人拧在一起赚钱，明年争取去市中心弄2套房子，好让房东和邻居另眼相看。董大成也不可思议，要是老三提出来出去闯，他觉得正常，老三有那个天赋，可老大这么老实的居然有了这心思，估计是被徐有朋那几个哄骗的。你现在怀着孕，老大出去闯，他不准备照顾你了。他要是敢去，我就把孩子打了。何书君还指望他帮着劝住老大，结果这哭哭啼啼的还得自己安慰他，就很避之不及。我想了想，我跟你们一块去京城打工，我想多赚点钱。这就对了嘛，文栋，那月初我们就出发。行，栋子你晚上出来一趟吧，我和你说说需要准备什么。郑文栋晚上准时出了门。大哥出门去了啊？你说他怎么忽然就要去打工？是不是为了攒钱？还有大哥要是真去了，赚到钱上交不？要是他不上交，以后大嫂工资交不交？不交一块吃饭的话，那不是咱养着大房？你咋这么计较？猪脑子，我计算为了谁，还不是这个家？栋子来了，都是兄弟，今儿就当给我个面子。听说你也要去京城打工？亮子也要一块儿去了，大家就是兄弟，可不行闹别扭了。王亮一脸大度的主动伸出手，我没那么小气，咱的我都低得下头了，你还不给这面子？郑文栋伸出手和他握了下，大家仿佛恢复了以往的时候，有说有笑。你房子的事怎么样了？别说了，要不是那死婆娘，老子用背井离乡。哼，那房东可真不近人情，把亮子的东西都给扔了出来。不过我也不是吃素的，就堵他家门口了，他不让我住，我还非住不可了。臭娘们，得一个啥不就有几个臭钱是什么老板吗？要是让老子睡了，保准他乖得和猫似的。他言语粗鲁，眼睛猩红，仿佛在谋划什么，眼底透着一丝狠意。女人不就那么回事，下下就行了，你可别惹出事。放心，我有分寸，现在我不会冲动的，等要出发再说。哥们，那女房东一看非富即贵，你要是能拿下她，你可真是这的。那女房东腿是腿，脸蛋是脸蛋，一想到能征服这种人，我这心里也来劲。郑文栋面上带笑，
心里暗暗骂王亮是狗东西。家里生意做得好好的，你们手脚都勤快点，明年咱就能去市中心住了，到时候租2栋大的。我和你爸也算成了多年的心愿，不用再被亲戚朋友瞧不起了。再说了，你媳妇这新婚怀孕着呢，你丢家里谁给你照顾啊？先说好，你要敢去，我可不会帮你照顾的。苏营生之前我会回来。老大，过去真能赚钱。马小燕瞪了一眼，把董才蠢蠢欲动的心按了下去。我已经和朋友说好了，月初就出发，你们不用劝我了，劝我也没用。他一脸固执，任谁说都没用的表情。非要去京城做神子啊？好好做生意不行吗？家里缺他一口吃的了，他哪来的能耐了？去了可别给学坏了。大哥，你去京城是不是有什么非要去的理由啊？你真的是和徐有朋他们一块去京城吗？去的是哪个区域啊？你想多了。真的，你和我说，我不会和爸妈说的。你真想多了，我就是去打工，我这一穷二白的，不去打工还能干什么？虽然没问出个所以然，但他怀疑大哥大嫂藏了小猫腻。文栋，听说你要和徐有朋他们去打工，我妈找过你了。阿姨希望我劝劝你。骗他们的，我和王亮翻了脸，那小子想坑我一把，就伙同徐有朋给我设了局。我想去京城闯闯，将计就计，利用他们有个借口去京城而已。王亮这小子真是，还有徐有朋助纣为虐。那你们什么时候出发？下月初。我月底就过去了，估计等不到你一块了。回头我给你个地址和号码，到时候你过去京城那边和他们脱离开后，可以来找我，别的我帮不上，提供个住处，一口饭没问题。姐姐，有个人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女房东疑惑地接过笔，很快发现不是一支普通的笔，而是录音笔。谁让你给我的？那个人说他叫杨瑶。哥哥，我按照你说的照办了。干得不错。郑文栋拿了5毛钱作为报酬。回来了。尽快搬走，不然我报警了。老子就不搬，想要老子搬。行啊，你和老子睡一觉，不然我不搬。女房东气得脸红，扭头就走了。包子，老子走前也要收拾了你。回到房间，房东好奇地打开录音笔。臭娘们，得一个啥不就有几个臭钱是什么老板吗？要是让老子睡了，保准他乖得和猫似的。听完后，他气得脸色通红，整个人都在发抖。下座。等到郑文栋出发这天，偌大的家里一个出来送他的都没有。那1000块需要花的时候不要舍不得，记得到了给我打电话。我生之前你一定要回来，你不在我不安心。郑文栋认真的点头，离开了家。妈，文栋他今出发去京城了。他的事别和我说，反正他也不听我的。就他那点本事我还不知道，能去赚什么钱？好好做这生意，家里还能缺他一口吃的不成？因为何淑君的态度，2房也不敢送，3房董华则去做生意了，小姑子不知道跑哪了。等等，亮子，他还没来。好。他心知王亮想来只有出意外，不出意外的话他是来不了了的。等到临近出发的时候，王亮人也没出现。这小子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一块去的，放自己鸽子？但在催促中，他也只能先登上火车了。董思诧异地盯着郑文栋上车的位置，还真是去京城啊？你说文栋他真的是去了京城打工吗？你是怀疑他性格老实木讷，怎么忽然就会说要去京城？我在想，他会不会是听了什么人什么话，或者是家里亏待了他，有了自己的心思。你想，老大那性格像是会要出去打工的人吗？他都没离开过这座城市，有那个胆子走出去吗？家里最听话的就这个了。老大不会没走，实际藏在哪背地打工吧？没有，大哥真去了京城了。你怎么知道？我亲眼看到的。大哥出发那天我跟踪了他，亲眼看他上了火车，火车开走了，和徐有朋他们一块，假不了的。有这句话，何淑君和董大成的怀疑也都彻底打消了，没再怀疑郑文栋有了自己的心思，只当他是被徐有朋几个忽悠了。就你心眼多。郑文栋到达京城市3天后，同伴说到了这里有人接，然后开始找接头的人。你给亮子去个电话，看看他怎么回事。对，也是。我也去个电话。喂，文栋，你到了？家里没什么事吧？什么都好，就是知道你去打工了，爸妈不太高兴。你给家里去电话了吗？还没，一会我打一个。郑文栋转而打给房东，让房东找家里人帮忙接听一下。文栋啊，你妈说她忙，没空来接，你到了就好。其实何淑君态度冷言冷语的，这咋当妈的啊？孩子出去闯不是好事吗？搞不懂。这么关键的事你怎么还吊车尾？你咋在医院啊？你拉肚子啊？要是拉肚子那么简单就好了，他是被人揍了，一大早睡梦中就被拖起来，连抽了几个巴掌。哥，就是他。随即王亮被提溜出房间，又被连抽了几10个嘴巴子。嘿，癞蛤蟆也想偏鹅肉，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货色，想说服我，你个癞蛤蟆配吗？有孙子辈刺我。不是我，这是你还和谁说过？你、逍遥，还有郑文栋，还有其他5、6个人。郑文栋和你在一块吗？你怀疑他？我只和他有矛盾，他有和你问过我没？问了，还让我打给你问问怎么回事。亮子，
有一说一，我觉得不能是他。他多老实一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像这种告状的事，你我都干得出来，他不行。要真是他去和你房东告的状，我觉得他肯定心虚，不敢提到你，哪还会主动让我问你咋回事，是吧？我觉得他也不敢，哪个狗孙子，别让我逮到，老子弄死他！大哥，现在别说这个了，我这边咋办？按原计划进行呗，找个理由把他撇下。他在京城人生地不熟，真要这么做，几个意思？你后悔了？你小子别忘了当初你困难的时候是谁拉你一把的？当然没忘。好，我知道了。经常被嘎腰子的都知道，一颗强壮男人的腰子价值150万，但到了黑市，1/10的价格就能买到新鲜出炉的，只因他们货源充足，每天都能骗一车人。而眼前的几个年轻人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失去什么，都赶快上车，人齐了就出发，一会给你们分配好宿舍，就可以休干活工作了。兄弟，借个活。着急完成任务的司机显然不太想搭理他。兄弟，你废话怎么那么多？抓紧上车！去你妈的！老子跟你借个火而已，拽什么？徐有朋的堂哥连连陪着不是，徐有朋一整个傻眼。不是，你不是老实人吗？怎么火气这么大？老子就是去乞讨，也不给这种人打工。有朋是朋友不？是朋友我们就走，你不走我走了。不是，你不是问我吗？不等我回答怎么就走了？不过亮子的任务倒是完成了，算完成了吧。郑文栋在京城人生地不熟的，不得巴巴会一段时间丢人现眼的滚回家。身后传来油门的声音，大巴车已经开走了，他心里不由松了口气。你好，请问这里到市区怎么走？有多远？你是外地人吗？这里到市区估计走2个小时吧，往这边走。2个小时后，郑文栋站在荒芜山野的地方，才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女子给他指了一条错路，与市区的路背道而驰。哼，这种搭讪手段真拙劣。哼，郑文栋走了很多弯路才到了市区，可随便问了一家酒店，竟然要30块一天。兄弟，找房住吗？你有房？对方直接带郑文栋到了住处。我这房子有床有窗有厕所，不用爬上爬下，太实惠。你这床多少钱租？这一整间1个月620。兄弟，我知道出来不容易，算你1个月300就好了。150我租了。不，150太低了，我亏呀，至少250吧。150。200。180。行的，我亏就亏点吧。很快2人签好了合同。我叫周龙，干保险销售的。你呢？郑文栋。听口音咱还是老乡，你看这可真老实。也就是我，换个人你得被骗。来，这是我的身份证，记好了，以后租房子得看呐，换个人可不会主动给你看。周龙心眼和他话一样多，郑文栋上辈子在这种人上吃亏太多了，没有结交的想法，怕被坑。第2天他就给苏莹去了电话。我已经找到了住的地方，放心吧，一切都好。行，出门在外多个心眼，我这边很好，孩子也很好。爸妈有为难你吗？你看我像容易被为难的人吗？他们要是说你就躲回房间里，别搭理他们。我爸妈性格我知道，现在我没在家里做生意了，家里少了收入，他们肯定就会觉得吃亏，少不得给你冷眼看。有什么问题你就找老三，老三他心眼多，但他起码面上面面俱到，不会做得难看。等回到家吃饭时，氛围有些冷。文栋和你联系了吗？联系了，一切平安，让别担心。老大如今不做生意了，那这苏莹这张口还要养着。这样的想法马小燕也有，但苏莹有工作，她的工资何书君有所指的开口，这一大家子张口都是嗷嗷待哺的。爸妈，我吃饱了，你们吃。然后迅速的溜了。这老大媳妇工资怕是不好拿到。妈呀，这大哥出去工作了，什么时候回来啊？要是不回来寄钱回来嘛，要是不寄钱回来，以后苏莹吃公家饭，那是不是有点？现在一个人还好，要是等孩子出生，那大人和孩子嗷嗷待哺，不等于2房3房养着大房吗？丢不丢人就你计较。那没办法，谁叫我穷，不要亿万富翁我就不计较。确实应该叫大嫂交钱家用。老大才刚出去，我这问他要家用和欺负他似的。那么你要不方便说，让我来说吧。那你去说。隔天，苏莹照常躲在屋里，马小燕径直走了进来。大嫂，我有话和你说。什么事？就是这个月你是不是该上交点家用？交多少？马小燕见他听进去了，很开心。以前大哥在家有一块做生意，大家的钱全充公，大嫂你的钱留着无可厚非。可现在大哥不在家做生意了，大嫂你和我们一块吃饭，我觉得工资全上交不为过吧？那我还是分出来自己单独吃吧。大嫂，你是不愿意交钱吗？我这也不是算计你钱，是为你好。你想啊，你这分出来吃独食，以后让其他人怎么想？你这怀孕着，大哥也不在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总有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吧？就说老三那口子现在怀孕着，你们到时候生了，妈帮谁？弟妹的好心我领了，我去和妈说我分出来吃。他起身去老两口的房屋，当天他就实施行动，自己买了米油盐和菜，自己煮的。我这才自己捡的，没用你们的。一个人吃独食，不要太香。
苏莹也不想分这么清，但谁家公婆妯娌，男人才出去没1周就惦记嫂子工资的，非要算的话，大房2口子，现在就他1张嘴，2房4张嘴，3房4张嘴，肚子里还1个，他还没计较他们嘴巴多呢，这道张口来指责自己吃白食了。你看他这自私劲，还说什么怕占我们便宜，分明是怕我们占他便宜，自己把买的米面油都葬屋里，谁会偷用他的似的？就是让他交点钱而已，搞得好像欺负他似的，还自己开小灶，气死我了！叨叨的，你怎么叨叨的个没完？妈都不管大嫂，就你是的。就你蠢，我还不是为了咱和孩子。和男人说不通，他又去3房找左子玉叨叨了。大嫂确实做的不妥当，是吧？你说他这样，到时候肚子一大，不还啥都要咱们伺候吗？咱是伺候还是不伺候啊？年轻，等到肚子大了，他就知道苦头了。怀孕后期呀，啥都干不了的。反正他是不敢得罪婆婆的，甚至觉得苏莹这么把婆婆一得罪了，到时候自己和大嫂预产期接近，婆婆不去帮苏莹，来帮自己，那就更好了。这些在京城的郑文栋不知情，他觉得来了京城没来错，每天搬一搬煤气，修一些简单的水电，一天就能收入80、90块。就在这时，一名带着肚子的孕妇突然摔倒，她的手捧着肚子，一脸痛苦之色。哎，这是怎么了？这肚子要生了。一群人围着孕妇议论纷纷，但谁也不敢主动上前。哎呦哎，送医院，得送医院。他这样子，咱只送吗？让，帮个忙，把他抬上车。我的车，我操，哪个孙子抢我车？10分后，你是家属？不是，是我看到他走在路上忽然摔倒，要生产。哎呀，不是家属，那谁缴费啊？需要缴纳多少钱？先交个押金住院费吧。你们先给他治，我去拿钱。缴了200块钱押金后，郑文栋站在一旁迟迟没有离开。哎，你有事？我想知道刚才送来的新生儿怎么样？已经送去保温箱了，生命体征平稳没事。郑文栋一口气松下来。谢谢。哎，今天有个在路边生的产妇被送来，没家属陪同，是路人送她来的，还去缴费了。咦，你没告诉他可以等产妇有意识了，让产妇联系家属吗？我干嘛多这嘴？他喜欢当好心人，让他当呗。万一那产妇是个穷的呢？也没看到家属，到时候要是跑单，钱不得扣我们科室的。正说着，医院外忽然来了辆越野车。请问今天有没有一名送来的产妇？你是谁？我是她丈夫。还好你和孩子都没事，我对不起你们了，真是万幸，真是万幸啊！对了，我是怎么被送到医院的？听说你倒在路边，好心人路过拉你来了医院，护士说还缴了200押金，但是别的信息没有打听到。郑文栋则去了派出所，把3轮车还了回去。少，我这车救了一个孕妇，太好了！警察同志，能不能给个荣誉什么的？没有。少，不能给，没关系。他自己准备好了，众人围了4个标签往3轮车上一贴，踩着3轮车哼哧哼哧的走了。病人现在极度危险，需要抢救。抢救的话，后续治疗加孩子费用可能需要保底10万。10万，我的个天啊！那能救回来吗？不好说，我们会尽力，但即便能救回来，后续母女也需要加以干涉治疗，这是笔不小的费用。你们家属怎么决定？怎么决定？我决定不了啊，医生，他男人都不在这里，也没个家里人出现的，你说咋个办啊？救了，后边可能要花10万。医生说救回来母女也不一定正常，可能瘫痪什么七七八八的。郑文栋对于何淑君这种口气太熟悉不过了。小时候何淑君承诺他做到什么事就给他买东西，他做到后，何淑君就会用这种口气说怎么办？买了这个月家里就没啥钱。怎么救？家里没那么多钱，其他孩子也要过日子。那老大那边怎么交代？苏莹家属。医生，是这样，这事我做不来决定，我已经联系我儿子让他过来了，你们等他来了再做决定吧。胡闹，产妇等不得的呀。那我也没办法。郑文栋心脏狂跳，身体的血疯狂地往大脑涌动，他想出声，他想发火，可他的身体却仿佛被什么人克制着，直到好似古老的时空之外响起了声音，一声又一声，将他从这环境里给抽离出去。郑文栋猛地起身，刚才是梦吗？其实刚刚不仅仅是梦，还是一种回溯，梦里看到的可能就是上辈子真实发生的。男人每次单手开车都会偷偷奖励自己一次，而且竟从没有出现过意外，可今天却一不小心把车开到了水沟里。你们谁大把手，帮我把车抬出来，10块钱，一共10块，还是抬出来每个搭手的都给10块，一人10块。听到老板这么说，一群人一窝蜂地冲了过去。几分钟后，车被抬了出来，郑文栋也在其中。他接过10块钱时，感到对方眼熟。你不是那个找老郎中给媳妇看病的人吗？你啥时候来的京城？原来两人是因找同一位郎中结识的，见过几面。老板，是我刚来1个月，早知道是你就不收钱了。老总看看他，又看了看他身后一帮子人。走，难得见一面，请你吃个饭。郑文栋有些意外，但还是跟着走了。得有1个多月没吃到家乡菜了吧？想念吧？
想念。我也是年轻出来闯过，一个人在外边闯会遇上什么事。我知道刚才那班人有和你有仇的吧？但我这么拉你过来吃饭，他们今后对你都得忌惮几分，不敢欺负你了。刚才一起抬车的几个人里，确实有几个看着郑文栋活多眼红的。年轻人呢，别想那么多，就是在这大京城看到家乡人，觉得亲切，或者你就当我在投资，我看你就觉得有意思。万一将来你出息了呢？你没出息也没关系，万一你将来子女出息，反拉了我一把呢？您在说笑。过了一会，老板先是打了一通电话，然后有人过来交给老板一个盒子，而老板掏出厚一打给了对方。好奇这什么事不？这么贵？郑文栋好奇死了，刚才那一打得有几万块了。这就是 XST 治疗 IC 的进口药物，它的价格在医院是1800，加上操作费，差不多要1900。IC 这种病，一周得灌注1瓶这种药。1周1瓶，那1个月岂不是要？没错，1个月小1万。为什么找港口的人买？刚才那人态度那么差。你以为这样那么好买呀？我这次过来这边就是专门找他拿药，这家伙有医院的渠道，1瓶药价格能便宜100，是不是想说我这老总还在乎1瓶100，飞机钱都不止了？你都知道了还问我？我们这病有个圈子，我不只给自己拿药呢，也帮别人拿，是不是又想说我一个老总还这么闲，这么热心肠？你又知道了，但确实这不同病相怜，大家又是同种病，帮人家对人家和善点，万一人家找到了什么治疗的路，比如国外的治疗方法呀，国内的中医啊，告诉我帮了我一把呢，所以我这不是帮人呢，是帮自己呢，呵呵。郑文栋觉得自己没能当老总的原因，大概就是没有人家这格局在。不过这小子态度确实拽，我说的不是他针对我的态度，而是这小子在国家大事的立场上给这种人赚钱，我不爽啊！但凡有点别的渠道，也就不在他手上买了。怎么感兴趣啊？别说，我觉得你可以去开发，看看那小子怎么靠渠道拿到的药。你要是能拿到，我以后就和你买了。我和你说，不仅是我背后有个团体，如果你有渠道，你1个月至少赚个万吧。郑文栋惊到了，赚1万，他上辈子在现代都赚不到这数。您可以把药盒子给我看看吗？药盒子上面写了批号、生产日期以及生产商等等。这药盒子能送我吗？你几个意思？我就随口说说，你还真有想法呀。这门路可不好搞，我也试过想和出产商拿货的，但是对方没有一定的数量不给批，数量太多，拿下了对我意义也不大。回家后，郑文栋请舍友帮忙查了一下 IC 的相关资料。IC 疾病都在灌注 XST 这种药，价格昂贵，即便在国外也是差不多的价格，1周灌注1次，1个月4次。因为昂贵，所以 XST 有一种瓶体叫做 XKL， 它的价格售价在医院是400，在药店是550，也是1周灌注4次。谢了。你查这些干什么？你生病了啊？郑文栋没回答他，但是拿了2个肉包子给他。谢谢栋哥，以后有这种活找我。郑文栋转头就拨通了药盒上生产商的电话，结果不出意外碰壁了，他们不接受私人的进货。你为什么要进这药？你地点位于，如果是药商的话，你可以再联系你们当地的代理去看看。我在京城。正好，这药的代理商只有2大省城有，一个是京城，一个是沪市，其他区域还都没有呢。真的要去试试吗？我没任何把握，生意这东西我也没有做过，顶多就是看老三干过。他随即又拨给了苏莹，苏莹和他说起了家常。上次没和你说，二弟妹和我说想要我教家用，她的意思是妈的意思，但我看妈似乎也不大看得上我这点。还有老三谈了几个老板，家里的豆腐如今生意应该不错。妈不是看不上你的钱，她是在权衡利弊，她怕拿了你的钱，到时候要给咱带孩子。那你说我要上交吗？不交。我也不想交，钱在别人手里哪有自己手里踏实啊。苏莹，如果我要是拿着钱去做了生意，然后投资失败了，你会不会对我失望？怎么了？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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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总我感觉是个靠谱的，但是我也怕万一做失败了。你是说你想通过进到 XST 和 XKL 这2种药来卖给 IC 群体？是。文栋，你先别决定，等我2天。郑文栋不明所以，但还是应下来。露露，我想拜托你个事，帮我查查 IC 相关的资料，评估一下。当天苏莹就和单位请了假，然后和何书君说了一声娘家爸生病了，要回去看一下。大嫂去干嘛了呀？大嫂的爸爸好像生病了，他回去看。大嫂的爸爸吗？二嫂，你知道大嫂的娘家在哪吗？说来他和大哥就领证，当时是不是好像他的娘家人都没冒面过？我进门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听大嫂提起娘家。你说他从结婚怀孕，娘家人就在结婚时露了那么一回面，怀孕了也没来看看，好像完全不走动的。可能离得远。离得远怎么好像也不怎么见电话联系？二嫂三嫂，你们觉不觉得大嫂怪怪的？董思严重怀疑大嫂的娘家有什么情况，搞不好家里的亲人见不得人什么的。当晚他就摸黑进了大房的房间，一顿翻箱倒柜，除了几本没见过的书，啥也没找到。这是你让我查的 IC 这个病是泌尿科的，你的专业是内科，和这块无关吧？结婚这么久，你这还是头一回主动来找我。我老公想做这块的生意，我帮他把关。他对你好吗？
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露露，你觉得如果想进些 IC 相关的药物来做生意的话，可行吗？热病是冷门病，而且目前除了灌注没别的治疗方案。如果真有渠道拿到货，保真的话，应该是可行的，因为只有在这些病人眼里，就相当于救命药。我看报告上说 IC 不要命 ，IC 不要命，但因为这病寻短见的不少。苏莹懂了，她和这朋友是闺蜜，10几年交情了。文栋，我帮你问过我朋友了，你要是有渠道能进到药的话，可以试试。你的电话怎么显示鹏程的？露露在这边，她在医院当医生的，我过来问她。郑文栋心里震撼，苏莹这是得到消息就连夜启程去了鹏程帮自己了解消息了。我怕生意失败，把钱给弄光了，到时候……你别这么想，这还没开始，你怎么就往失败想去呢？万一成功呢？文栋，咱们做人不怕试错，就怕连试错都不敢。能有试错的机会，有时候不要只盯着失败，而是要看你从失败里收获什么。这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我明白了。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不是黄赌这些，我和孩子都会是你将来的退路。在外边混得不好，咱就回家。好。苏莹回到家，先看了看门缝，她出发前在门缝顶端加了一小片叶子，而现在叶子掉了。有人进过房间了，还好防了一手。我出门的时候，房间好像被人进过了，不过屋子里的钱什么的我都带在身上，这屋子里放的都是能见人的东西。估计是董思那丫头，你防着她点，她从她亲爹那里学了喜欢偷窥的毛病。什么毛病？这丫头心眼比我想得多。屋里的书我没藏，她估计看到了。她要生事，你就把她藏私房钱的事捅出去，看看是谁倒霉的更狠。第二天，郑文栋提着水果来到医院见代理商。出发前，他还为了此次见面向周龙租了一套西装。病房里，一个男人正抱着孩子和产妇小声地说着话。您好，我找吴氏，刚才来过电话的。我是，不好意思，情况特殊，还劳烦你跑这里来。没事。吴经理看着郑文栋，电话里的手下说是门大生意，但郑文栋虽然打扮看起来像生意人的模样，可身上的西装还有皮鞋以及肩膀的紧绷都透出了他的僵硬。郑文栋也发现了吴经理的态度变化，他心道，看来这生意自己怕是做不成了。虽然重来一生，可他到底不是做生意的料，没有那种底蕴在。3句话就几乎暴露所有。这时听到了婴儿的哭泣声。吴经理，恭喜添丁，这水果您收下。不是，干嘛呢？儿子哭了，快拿尿布过来。郑文栋就和女士目光对了个正着。等等，就是你对吧？那天在路边送我到医院来的。郑文栋也没想到这么巧，自己那天巧合救下的产妇居然是 XST 代理商的妻子。吴氏两口子找了几天恩人，没想到恩人自己送上门来了。原来是老弟你啊！这几天我和妻子一直都在念你，要不是你帮了忙，我这家庭可能就散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吴经理，我这次过来是想问关于你手上的 XST 和 XKT 的货。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那么顺理成章，吴经理答应卖他货，并且当场给签了单子，加急批。郑文栋只要拿着单子就可以去厂商那边提货。从医院出来，他手里拿着批货单，身上早已经冒了一身汗了。他想着下一步怎么做，得找老总，但是先不急，等明天拿到货后再说。别人重生都是家产万贯，美女相伴，而他重生只能抬煤气罐，甚至现在这身衣服还是原装皮肤。可直到无意救了一个产妇，郑文栋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副经理，这人说要来提单，但是你看他的单，50瓶 XST 和100多支 XKL， 咱们出货都是以万字为单位的，什么时候卖过200瓶的货？副经理却想起昨晚自己好像接了个电话，把货提给他。工人一愣，不过领导都批了，核对一下，看看价格对不对。这么少的钱，我出门没带，按月回款吧。单在哪？拿来我签个字。经理，这……副经理联系了一下吴氏，竟然真的让郑文栋直接拿着货走了。在路边，他认真的看了下进单 ，XST 一瓶子进货价950，XT 啊，进货价220，天啊，暴利啊！950的货转手是1800，220转手400。郑文栋算了下，忽然发现有些烫手，这些货光 XST 就47750，XKL 33000，足足7万多的货。郑文栋前脚走，后脚无视过来了。对了，老吴，你昨晚打电话让我办的事，我给你办了。那人提了200单的货，但说账月付，共7万多，怎么个情况？吴经理拿了郑文栋的提单看看，他的单到时候搭在王老板的单上，一会王老板来了，我和他说一下。按规矩，200是不可能批单的，但是可以把单捎搭在其他进货的客户上，当零头添出去。昨天咱儿子的那个救命恩人，他今儿拿了200瓶的货，我让王老板给捎搭下上了，共7万多，赊账的。你赊了？赊了，我老婆孩子的命，难道还不值这点钱吗？我只是以为这小子会要更多。吴氏并不大在乎这7、8万的账，他甚至觉得郑文栋要少了，要是要个30、50万，他也会给。恩情要报，但得话底现在呢。放心吧，
我有数，这人穿上黄袍不像太子说的就是这种人，虽然穿的一身西装，不过言语举止偏不来人。不过吴氏并不大关心郑文栋什么出身和有钱没钱，批那些货干什么去，无非赚钱。反正就冲人救了自己老婆孩子的命，吴氏就不介意给对方行方便，只要郑文栋不离谱，他基本睁只眼闭只眼得过。不是，你小子有事你是真行啊，你怎么进到的？就去厂商那边进，也不难。这小子难不难？我做生意的还没数吗？不拿个万单货人代理商，连杯茶水都不给你冲。黄总，你之前说我要是有渠道能弄到货，你就有门路。对呀，那这批货你的价位是？你觉得我定价多少合适？你的进货价是多少？1400，比医院便宜400。老总点点头，这小子还和我来这一手。代理商对外都是隐瞒价格的，在保密合同里。不过他估计1300左右差不多。郑文栋瞒的也不离谱，定价1500怎么样？1500比医院便宜300块，如果便宜个100块没什么优势，300块你赚个200，我觉得差不多，你觉得呢？1550吧，我这也是先垫了钱的。可以 XKL 的话280吧。行啊，药店都卖到500了，这样我帮你先联系下那些人，看看有多少人要，我再从你这拿。行。老板几通电话打出去，郑文栋就真的坐着听他打了2个小时电话。你这批 XST 我能给你全拿，估计还不够呢。XKL 的话，我先拿100只货走，剩下的你先留着。就这么容易？一箱子货到手清2/3？我和你说，你要有渠道进货，我能帮你清，不是骗你的。您为什么要这么帮我？郑文栋觉得他真的太热心肠了，完全不像一个老总，非亲非故的。帮你？不，我是帮我自己。我和你说了，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你听到了吗？我问他们病情怎么样了，有些喝中药针灸有好转，那我不就得帮他们把中医的联系方式和医生的联系方式要来？如果我不热心肠，不给他们相应的交换价值，他们怎么会愿意给我提供信息？一个个都难缠得很，我帮他们拿药，有便宜的渠道，他们感激我，有什么信息，以后万一看好了，可不就得给我提供去？郑文栋不大理解，但听进去了。你这个病很难治吗？难治？不是没得治，但也不好说，未来发展谁说的好呢？我现在帮你，以后你万一子女有出息了，没准学个医什么的反过来帮我呢。黄总这人也大气，拿了货也不说等款到手再给他，而是和他到银行当场银货两清。郑文栋看着银行卡里的款，郑文栋前后2辈子账户头一次钱能过6位数，加他之前5000多积蓄，总共10万出头，他心脏血液都在加速流动，不过强自镇定。我明日就飞走了，回头要是还需要货，我就联系你。有劳您了，祝你生意大赚！哈哈哈！你在京城，来京城看这个病的不少，除了我这边，你可以自己发展下你的客户，以及如果以后有人问你货在哪拿的，你就避而不谈，别提，知道吗？你小子太老实了，老实不好，容易被算计。你小子拿货价我不知道多少，但我猜不是1400，但没关系，对外你就咬定1400，谁说都别松口。记住了，要是和你麦克连讲价，你也别低，你要低了，人家不会感激你，只会觉得你还有赚头的。黄总又想了想，我给你透个底，我不知道你这货是怎么拿的，但我也试着和代理商联系，人家批货你没有个万单，人家都看不上的，万单也是最低档次的，200单估计是搭货拿的，对方还得帮你垫钱，你要后续还想拿货，得保持好这关系，懂吧？郑文栋目送着黄总离开，他反复念了几遍，把黄总的话牢牢记在心里。虽然他不是很能深刻的理解，但隐约也有个概念在。这黄总能处。郑文栋忍着心情的雀跃，给苏莹去了电话。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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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莹，你帮我理一理，按照黄总的意思，我这些货应该是吴经理帮着垫了单的，我想买些东西送给他，你帮我参考下，买什么好？可以买些烟酒茶，但不能是常见的铁观音水仙。谈生意的人喜欢放些牌子或味道合口味不其次，重要是抬档次，如单丛、茅台、红酒一类的东西。不过这些我觉得吴经理肯定不缺。你说他们家刚生了孩子，可以从孩子入手，但新生儿用的东西有些怕有指定，这样你不如从吴经理的老婆入手，这有个产后的中药方，可帮助女性身体的恢复的，你记一下。巴拉巴拉巴拉。文栋，按照黄总的意思，吴经理是帮你垫款的，那你是怎么想的？是打算月结，还是把手里的钱先还清了？我建议。郑文栋忽然发现苏莹在人情世故这块比自己不知道强多少，而且他心思很细腻。到底自己上辈子为什么会觉得他不如杨瑶？自己可真是瞎了狗眼啊！郑文栋来厂商这边找吴氏，这次没穿西装了，而是换了一身简单的衣服。吴经理，我是来还款的，还有一点茶叶，请您笑纳。小郑，你也太客气了，你救了我老婆。吴经理，我笨拙也不是什么聪明人，不瞒你说，是有人指点我说你帮我行了方便，不然以我的智商我也想不到。这是我老婆说的一张中药方，是帮助女人产后恢复身体的，来自一位老中医。吴经理仔细看了看药方，郑文栋心想，苏莹果然聪慧，他知道
这是送到吴经理的心坎上了。中医馆里排队2个小时的吴氏终于进了屋。老先生，我想请您帮我妻子开个调理产后的方子。人没来，刚生产不方便走动，症状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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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忽然来了几分兴致，3000都花了，可不得花个够本。还有这张方子，老先生你看看它如何？我说你们有钱人也有意思，专门花3000块钱来考验我呢。我没这意思，你有这意思没这意思我不管，钱我不退。这是食疗的方子，我不知道你怎么拿到这方子的，但是他沏给你妻子吃，比我开方有用。走吧。吴经理吃惊，他只是想随手给中医帮忙看看。老先生，这方子是一个客户给我的，说是给产后女子服用的，真适合我妻子，不用对症。不止你妻子，其他产后的妇人也可使用。你知道你收录这方子哪来的吗？以前宫廷的御医传下来的，专门给后宫的太后公主们看的。这里面中药极为之寒，所以这太医就加以食补来温，食疗加药疗。你这客户倒是大气，这方子好门劝的太太们人手保存1份。下一位。巴拉巴拉巴拉。你的意思是这方子一般人开不出来？那老先生说的，估计加不来。郑文栋一个男人肯定是想不出送这个的，估计是他妻子给出的主意。这2口子倒是有意思，是挺有意思的，但心眼属实不多。你不知道他今天来还款了，我都做好了郑文栋压到月底甚至不还的准备。吴氏从这行为就能判断出郑文栋有心眼，但不多，也是老实人，至少不会想着坑蒙拐骗，赚到钱第一时间就是还回款，连装大款都不装了。你打算怎么做？能怎么做？又是救命恩人又给了这个房，我和厂里人说，以后他来拿货，睁只眼闭只眼。医院的厕所总趴着个年轻人，可他既不方便也不偷窥，而是算着每个人上厕所的频率，甚至女厕所也没幸免。兄弟，我看你今天上了这是第7次厕所了，而且时间还挺长。冒昧问一下，你是得了 IC 吗？对啊，哥，你也是吗？我不是 IC， 但是我有 IC 的药，买吗？走，借一步说话，你能弄到 XST？ 你在医院买一支多少钱？1800。我这一支1550，不过目前没货，只有 XKL， 一支280。大学生眼里爆发出喜意，1800和1550，差价都250了，可他们1个月要用4支，那就是1000。99年除掉各大省城外，平均工资是700到1000。哥，你怎么会有这些货？你是病了好了吗？这和我卖药物没有必然干系吧？大学生眼眶一红，哥，你可真是好人，帮大忙了。哥，你这能保证持续一直拿到货吗？不一定，主要看需求。哥，你可别放弃，像你这样好的人不多见了，你好人有好报，真的是这样。我这里认识好些个这个病的人，我联系下他们，以后需要货我就和你拿，行不？郑文栋欣喜，不过面上不显急着。那要看你们需求，我可以弄个软件，把需要买药的都拉进来，哥你也进来，到时候我们每成100支货成团，你觉得如何？郑文栋看着他拿出笔记本电脑一通操作，是一个英文软件，他看不懂。这是我写的一个程序，它可以容纳300人，这里头都是 IC 这个群体的病友，现在有10几人。我刚和他们说了药物的消息，他们表示都想买。小郑，给我来20支 XKL。没了，不是还有50支？受您启发，找到了客户源，买空了。对了，他们有个群，是一个博士生建的，群里10多个人，您进来吗？进，怎么进？他一进来不到1周，反手又拉了一群人，群里直接飙升到了30多号人，都是我的匪，不，我的金主嘛。想继续进货的郑文栋再次来到厂商，但吴氏今天并没有在。那我改天再来。等，你等会，你是来拿货的吧？要多少？需要200支 XKL。你等下。很快，200支货被放在郑文栋面前。你轻点下。数目是对的，但这次我还没拿吴经理的批条。我知道，没事儿，吴经理吩咐过，你来直接给你货。郑文栋沉默了下。他的命里遇上不好的人比遇上贵人的时候多，但这辈子似乎一直在走好运，遇上的人都是在帮他的忙。突然，他想到了黄总。我能再拿20支 XST 吗？ XKL 结款 XST 寄贷20支够吗？够，有劳了。拿了货，郑文栋账户里的钱款也几乎空了，但他想尽可能的给别人避免麻烦，拿200支，钱款清，剩100支囤在手里好了。有风险，但不可能要别人帮他承担所有风险，自己一点也不能承担。他又来拿货了是吧？老规矩，记在王老板单上，我会和王老板说的，以后他来拿货不用多过问，直接给他行方便。郑文栋吗？对，他给的方子是真好用，不仅身体恶露排得干净，整个人也没显得那么虚，颜色也红润了。老大媳妇，爸，老大和你联系了，说中秋回来没？这还真没提过，这中秋可是团圆节，大哥难道不回来吗？对了，他在京城怎么样了？不是说打工1个月能有4000吗？我一个女人家，哪好多问啊？中秋节的话，等我联系问问。他该回来的，大团圆节的一个人在外多寂寞。苏莹效应，心里却不以为然。转眼文栋出去都2个月了，董大成和何书君也就这时候问题到而已，不是因为关心了，
而是因为要祭祖干活，需要人忙活。他躲在屋里听着外头热闹的声音，不大上心。但是他知道董华前阵子往家里拿回来了5万块，董华的本事确实是有的。于是董华和左子玉在家的地位刷刷上涨。至于京城的郑文栋，除了苏莹，这个家就更没人记着了。你这个月产检怎么样？孩子会动了吗？乖吗？好像会动了，我不确定，听说等7、8个月会比较明显，一天到晚没啥动静，以后出来估计很文静。女孩子不用太文静，容易被欺负。中秋节我估计不回了，回去也是祭祖的事，来回还要时间钱。你一个人在京城，也没个朋友，会不会觉得孤单啊？郑文栋心里也在想，自己在京城孤单吗？老实说，没感觉，上辈子孤单的时间更久，习惯了。比较想你和孩子是真的，我不回去，你会不会觉得心情不好？你要是想我回去，你就怎样买票回来，然后给家里干活啊？算了吧，那样我还要心疼你。你现在就按照你的心思来，等孩子生下来，你就是想在外边，我也不许了。文栋，虽然我说了好几遍了，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你现在在外闯我没什么意见，甚至支持你，但我希望等孩子生下来，你是能在我身边的。好，你生孩子前，我肯定赶回去。还有一点，你们男人有钱就容易变坏，喝点小酒抽点小烟的应酬我不管，但不许嫖娼，这是我的底线。好，我答应你，这辈子我只碰苏莹你一个女人。苏莹脸微烫了下，接着心情舒畅。中秋这么重要的日子也不回来，大哥是在外头赚到钱，乐不思蜀了吧？何书君和董大成显然颇有意见，不过因为忙，嘴念几句这事也过去了，改说起祭祖要忙的事。老三赚钱了，今年要拜点好的，于是马小燕隔天和董思被派到市场来买供祖的鸡鸭。哎，董思买肉啊？这你嫂子吗？董思隐约记得对方是大哥某个朋友的家长。你大嫂呢？她还好吧？我大嫂上班呢，好着呢。你这孩子嘴还严实着呢，老婶子自己人有啥不能说的呀？我听说你大嫂还怀孕着呢吧？哎呦，这别回头做了寡妇。哦，不是，你瞧我这张嘴。董思和马小燕越听越不对，表情迷糊。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知道啥？咋的？徐有朋回来的事，你们不知道啊？老婶子，你有话直说，别吊我们胃口啊！徐有朋回来有啥奇怪了？这都要中秋了。啥子哦，我的闺女，她回来不是因为中秋回来的，她是逃回来的呀。啥？什么叫逃回来的？董思和马小燕都呆住了。奶，不好了！咋了？被拘斤短两了？都和你们说买完要换家，嘴甜喊喊撑一下。妈，比缺斤短两还严重。我们听说徐有朋他出去打工，那打的是黑工，人家啊是坑人的。说是徐有朋和他的堂兄弟过去后啊，就被收了身份证，人给扣下了，每个月只让联系家人报平安1次，但要是敢说多余的，就被都打，也不给钱。前2天，徐有朋人给逃回来了，他的叔伯知道事，立即赶去京城看看怎么捞回他们堂哥了。等等，你大哥不是说跟徐有朋去打的工？对了，真是造孽！妈，你赶紧找人去徐有朋那问问清楚大哥的情况，是不是也给扣住了？董大成得知后，赶紧带着2个儿子登了徐有朋的家里。郑文栋是哪个？不认识。不认识你吗？我大哥被你儿子喊着去打工，现在来问情况，你再说句不认识试试。我们没有找事的意思，就是想知道我们大哥的情况如何。见到徐有朋后，董华和董才心里咯噔一跳。我大哥呢？他没回家嘛。有朋，你这话啥意思？我家老大不是跟着你一块出去打工了吗？说啊，你别吓我啊！别是死在外头了吧？他想，他耍了郑文栋后就没联系了，以为他早就回了家。他没和我们一块去打工啊。当初到了京城，他和司机起了冲突，司机把他丢下，然后我们就走了。他没跟我们一块打工。什么？郑文栋没去打工？那他去哪了？要不要去报警？回去先问问大嫂，大哥和大嫂不是一直在联系吗？如果大哥被控制起来，肯定不能隔3差5联系，那警察也不会登记的。董大成心里冒着一股子火，这老大没去打工，却骗去打工，这也就不是自己的儿子。要是自己的，准拧断他脑袋。咋的样了？老大他没去打工，巴拉巴拉巴拉。意思就是说，他和徐有朋去京城的时候，第1天就被人家不要了，丢在路边了。那他怎么还骗家里在打工？等老大媳妇回来问问。大嫂估计也不知道啥，要是知道，能同意大哥在外头。老大媳妇，我问你，老大在京城真的是在打工吗？这是怎么了？妈，文栋不是打工，那还能做什么？大嫂，你就别替我大哥瞒着了，他就没去打工吧？姑子，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到底怎么了？大嫂，大哥和你几天联系一次？平均2、3天一次吧。那就不是被控制，人身还是自由的。徐有朋之前说的打工是黑工，他拼得断手断脚逃了回来。苏莹微微露吃惊，心里庆幸郑文栋当时还好没跟他们去打工。人家说老大根本没和他一块去打工，
去京城的第一天，他就得罪了人家司机师傅，被丢下了。苏莹立即心疼起来，这个郑文栋避重就轻，没和他说过。大嫂，你是不是早知道了？文栋有和我说过。那你怎么不和家里说？妈，文栋虽然没和徐有朋去打工，不过也在京城找了份工作做着，没事的。他在外边可潇洒了，让全家为他提心吊胆的。既然不是和徐有朋去打工，那为什么不回来？京城那么好啊，让他家都不回，老婆都不管了。是不是要面子所以不回啊？你们想啊，大哥当初说是去打工，1个月能拿4100月，结果根本就是骗局。这要是回来，他是得被嘲笑，所以才不回来。何书君和董大成一听，还真有这种可能，瞬间就不想操心了。长舌弟媳正事不干，每天就是蛐别人。你说村长家养死了，他转头就说村长他娘死了，甚至不光外人，家里人他也不放过。你说大哥是不是在外边有女人了？你又在说什么胡话？这可不是我胡说，是你爸妈在说，我偷听到的。不能吧？有啥不能的？男人一出去就变坏。我弟做建筑的，他就被我弟媳抓到和那帮工友下班啊，跑去找女人好几次，闹死闹活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弟这都惯犯了，别的男人都这样。我爸也说，男人犯点小错而已，让弟媳别大惊小怪。话说回来，这样不是在外头有女人了？我想不出你大哥中秋节不回来的原因。家里老婆在，大嫂肚子也都4个月了，总不能是在京城赚大钱吧？董曹有点被他说服了。你还真别说，最初结婚的时候，大哥就不喜欢大嫂，他想看上的是杨瑶。你大哥和杨瑶真有故事啊？别问了，你这婆娘的嘴，回头到处说去，把人都给得罪光了。哎呀，你快说，我这自己家人还能对外面乱说吗？你放心，我嘴禁严了。就相看，就我所知，估计手都没牵。你别说，就没几个不喜欢杨瑶的，体贴懂事又活泼。马小燕一听，立即也讨厌上了杨瑶。哪个好女孩会对男人到处体贴的？狐狸精！等样，都告诉你了，姨不能这么显，猪头猪脑的，你怎么跟个笨猪似的？一东写不好，你看看人家3房家的孩子擦了重写，你儿子这样子下去，到时候在幼儿园只有垫底的份，你说会不会找个人教他好一点？你是咋这么多啊？咱们哪来的钱？我说的不是从外头请人，而是家里的人。董文可成绩那么好，还不是3弟妹教着？大嫂的文化比3弟妹高，你说让他辅导下咱们儿子如何？我觉得你异想天开，这事我是不去说的，要说你自己去。我自己说就自己说。隔天马小燕就守株待兔，等着苏莹下班回来。大嫂，弟妹有事。大嫂，我是想说，你不是大学生吗？这家里人就数你学历最高了，和我们这些粗人不同。弟妹有什么事直说吧。想要在学校坐不住，字写不好，老师投诉，我想着请你晚上能不能辅导下这孩子的功课，都是一家人，到外头去请那什么课外老师，那1个月都要好几百的不是？董大成一听，也关注起孙子的功课来了。董家没一个学历高的，越没有就越想有，而且都吃了学历的亏。苏莹，小耀是个知恩的，你教他，他成绩好了也会感谢你这大伯母的。大伯母，你教我，我愿意学；我妈教我，我不喜欢。抱歉，这事我帮不上，没空。谁也没料到苏莹会拒绝。你晚上不是都在屋子里？妈，我自己也在学习，而且我这怀孕着呢，身体本来就虚弱，又是3伏天，我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哪还有空带孩子辅导作业啊？你们另外请人吧。哦，如果想请课外老师的话，我倒有推荐的。我要愿意花钱，那我找你干嘛？苏莹懒得看他们脸色，径直的回屋。到外请课外老师，1个月要几百，无语。你也知道要好几百，好意思叫我白打工？多好的关系，你亲妈辅导孩子都没耐心，倒想我这大伯母干白工，想啥呢？都是一家人，只是教孩子，又不是什么辛苦的活。大嫂这也太不近人情了，我是真没想到大嫂会拒绝，尤其爸妈都开口了。大嫂本来就和我们不一样，有主意的很，她不一块吃饭，对爸妈也冷淡，颇有意见。谁家儿媳妇对公婆这态度的？也就咱爸妈脾气好，到底不是一个爹的。董思，妈，我可不是在说你。这边左子玉则全程不吱声。这么小的孩子有什么好辅导的？二嫂这分明是看我家文可成绩好了，想让董耀不输给自家堂兄弟。知道归知道，但他不提，对于这话题也不出声，心里则想着，要是二嫂提出让自己辅导，自己肯定要拒绝。老大媳妇既然没空，那就董思，你负责监督小耀写作业吧。行，二嫂，我来辅导小孩作业而已，能多大点事？大嫂也过于不近人情了，没一乖，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理，家务也不怎么做。就他这样的，回头有事求别人头上就知道傻眼了。郭子，我和你说啊，你等着看吧，你大嫂啊迟早闹笑话。现在肚子都4个月了，你大哥在外边过节都不回来，不定外头有女人了。马小燕越说越来劲，看着大房的门，仿佛好像都已经看到郑文栋为了外边的女人甩了苏莹，而苏莹求助没人帮那一幕了。那时他一定也冷眼旁观，谁叫他这么不近人情。第二天苏莹出门就感觉家里人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
最后还是从邻居家小哥嘴里得知了原因。嫂子，你和栋哥关系还好吧？怎么了？嫂子，外边在传栋哥说在外头养女人。你在哪听到的？是你家里。苏莹一想到二弟妹和姑子看自己的眼神，懂了。家里人以为郑文栋在京城养了女人，所以不回来了，自己迟早被甩，等看好戏呢。他眯起眼，别杀回家里。马小燕，我和你大哥没得罪过你吧？吓我一跳。大嫂，咋的了？这么大个火气是干嘛？二弟妹背着我在外边说，文栋在京城养了女人，说我迟早被甩。马小燕尴尬了下，心也异常虚。我男人在京城好好的打工，你在没凭没证瞎造谣，我就去对外说当初董耀是你怀着别家男人进的董家的门嫁给的老二。大嫂，你胡说啥了？老大媳妇那是你侄子，大人的事扯孩子进来做什么？急了，造谣吗？谁还不会呢？我可以说二弟在外边乱玩染了脏病，再说你的孩子不是二弟的。妈，你也别说是我扯孩子进来，扯孩子进来的不是二弟妹吗？他要是能管住嘴，别瞎造谣，我还能平白编来。说完，警告地看了一眼马小燕，以后让我听到类似的话，我都算弟妹你头上。这咋还能算我头上了？回屋和董才抱怨，董才也绿了脸。不是染脏病，你八卦是你的事，你得罪大嫂，怎么还带连累我的？家里的小矛盾，郑文栋并不知道，因为他需要不断拿货回出租屋，也惹得室友很好奇，所以决定换个地方住。行了，就租这个吧。回出租屋和周龙打了声招呼，没说换了新住处，只说遇上了老乡收留他。出门在外能遇老乡不容易，真替你高兴。就是老弟哥真舍不得你，虽然咱就相处了1-2个月，但这2个月每夜都睡在一间屋里，那感情啊，哎，你要走了我是真不习惯。大学生也是一脸不舍。你什么时候走？这2天吧。然后第2天郑文栋收拾行李的时候，周龙带人回来了。这就是上个租客，来这里住了2个月不到就换更宽敞的地方住了。我们这的风水好啊，你要住进来那肯定1个月不贵，别人算320，你的话我算你250。可以，哥们体谅难处吧，这在外闯荡不容易，这早点租出去我压力就不那么大。我这就走。大学生看着新的舍友，再复杂的看周龙，忽然就感觉到了社会的人心真险恶。昨天还在依依不舍说的那叫一个甜言蜜语，好似千秋万代好兄弟不放弃，今天就领了小三进门，呸，负心汉。在中秋厂商放假前，郑文栋又去拿了一次货，顺便把上次 XST 的款20只用款19000给结了，然后账户里的6万多，他又全部换了200只 XKL 和20只 XST， 这次货款全清，没欠着。第一次来，郑文栋是赊账的，第2次还清一部分，第3次他已经有能力不赊款了。中秋节的前一天，郑文栋接到电话，意外的是，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不是苏莹，而是何书君。爹，文栋啊。妈，苏莹呢？你媳妇啊，她上班呢。妈问她要的电话号码给你打的。你在京城还好吗？吃得饱吗？穿得暖吗？上辈子的郑文栋会因为这种问候而温暖，而这辈子却早已免疫，因为他知道何书君的关怀往往是伴随着有所要求的。还好，爸妈你们还好吗？我和你爸一切都好，就是担心你在外没人照顾，一个人吃苦。这大过节的别人都一家团聚，就你独自在外着。对了，苏莹有和你说什么不？没。郑文栋知道重头戏来了。真没？有你也不用瞒着吗？妈知道我和你爸太忙做得不够好，他心里估计是该有意见的吧。之前老二媳妇叫他给小耀辅导下作业，他给拒绝了。何书君看似句句不提对苏莹有意见，实则句句在说苏莹的不好。你可别去给苏莹说什么，妈也就和你唠叨2句，别影响你们夫妻感情。苏莹不是这样的人，妈你想太多了。行，你觉得没有那最好，只要你们小2口好好过，妈受点委屈没什么，那就这样。郑文栋竟站在报亭旁边放空的思索了会，有些东西上辈子听不出什么，但这辈子就不得不多想。明知夫妻异地，亲妈说这些话是几个意思？真的只是吐槽，还是要自己去替他说苏莹几句？可是苏莹拒绝给董耀辅导作业有什么问题？他亲爹妈又不是不在了，而且从自己到京城，这还是亲妈头一回主动给自己电话，就是为了告状苏莹，没提让自己回去，也没提苏莹大着肚子，更没操心我们的感情。呵呵。外地小哥只是多看了一眼没穿内衣的少妇，不料对方却是职业诈骗团伙，转眼小伙就被3个大汉围住。兄弟，刚才你看的挺带劲啊，看了可不能白看，拿俩钱出来给我们画画。没有啊，我只是刚刚看着眼熟而已。别废话了，今天没200块钱你走不了，不然咱们就去派出所，高低给你判个耍流氓。此时来医院找客户的郑文栋刚好路过，看着背影无比熟悉。朝阳，文栋。有过一世做人经验的他一眼看出这帮人见到自己后眼中的打量和贪欲，一看就不是善茬。你让我办的事我已经办了，那几个小子都埋得很干净。陶朝阳迟疑了一下，立马反应了过来。那就行，家属那边也不要出问题，不行就都做掉。几个大汉一听这遇到硬茬了，拔腿撒丫子就跑。今儿多亏遇上你了。你怎么会招惹上那群人？不知道。对了，
你来京城了，怎么没来找我？你现在住哪？我租了个房子。徐有朋他被坑了，你晓得不？还好当初你没和他一起。听家里说了，我运气好。以后多出来聚聚，正好我租的房子也在这个区域。我给你的地址还在吧？在。有事就过来找我。在京城碰上一个老乡不容易，是熟人更不容易，我们互相依靠。陶朝阳很快找时间组了个局，把郑文栋也拉上一块了。能和陶朝阳混一块的，无疑不是创业层次的人物。郑文栋是陶朝阳带来的，大家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但也分外给他面子，只除了一个叫李荣的。来打牌啊，玩钱的，2块1局。文栋，你帮我杀杀他们威风。结果手气不好，几局下来都输了。郑文栋伸手进口袋里要往外拿钱，发现没带钱，拿不出钱，自己什么档次不知道吗？什么局都敢来，扫兴。不至于，娱乐而已。李荣，你有几个档次？别太拽了。没带钱，下回给你。他们一直玩到凌晨局才散了。朝阳，防着点李荣。我知道了。你不问我原因？你和李荣，我更信你。我怀疑李荣可能和人联合起来坑你，出卖你信息。在医院碰上你时，我就觉得你被讹那事怪怪的。陶朝阳在京城没有老家熟人，只有李荣一个就有同学。郑文栋怀疑是李荣为了牟利，卖了陶朝阳的信息和外人合伙设计的。我会留心的。隔天，医院里日常过来找生意，忽然走来了一帮人物，被院长领着走的是名年轻人，看起来面容有几分熟悉的感觉。这人在这些人里显得格外的有地位。梁华医生年纪轻轻，前途不可限量啊！你发表 IC 相关的文章我看了，观点非常的锐利。哪里？我也不过才刚入门。郑文栋立马就被这对话吸引住了，因为生意的关系，他现在对 IC 这个病多少也有点入门的了解了，转头就和护士打听上了。你问梁华医生，他的话那可厉害了，是东省的状元一路闯出来的，在读博的时候就对外科有独特的见解，上临床的时候，他手里已经有好几篇和 IC 相关的论文了。IC 是疑难杂症，要是梁华医生能为这个病做出贡献，那就是救了病人大命了。郑文栋心里总结，就是很牛逼的人物就是了。转头他给黄总那边去了个电话，告诉了他京城出了郝良华这样的人物。专家听起来很厉害，在你们这个病这方面有独特的见解，或许你们能来找他看看。同样的消息，郑文栋也给了群里的人。梁华，我知道这号人和张教授齐名，我去看张教授的时候，张教授夸过他，说梁华的话有望突破这个病的瓶颈。郑哥，你还特意帮我们留意消息，真是太感谢你了。郑哥，你能不能帮我去问问这位梁华医生，问他能不能治好这个病？要是能，我再过去。京城离我太远了。对啊，郑哥，你能帮帮忙啊？实在太感谢你了。郑文栋无语，消息给到已经是他最大的热心了，其他的忙他帮不上。对于群友私发求帮助，郑文栋也直接忽视掉。过了没2天，郑文栋就接到了黄总的电话，让他出来吃饭。您身体怎么样？就那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梁华的消息多谢你了，还特意告知。群里的消息我也看了，那些找你帮忙的人你别理会，我得这个病的时间久。这些人你别看他们嘴上这回一口一个感激，那是你有利用价值，他们要是不需要你了，分分钟翻脸。我知道，人情冷暖，没人比他体会更深刻。我找梁华也看过了，其实小郑啊，得一个病，你看久了就会发现，这些个专家都一个样，简历写得多牛逼多厉害，等到了呢，治疗办法就一个，说不出话来，几百块找黄牛挂号，问诊1分钟，陆医生除外。可惜呀，陆医生就是他们说的老郎中，两人也是因为陆医生结识的。陆医生他是被病人举报的。自以为是的病人，陆医生他的医术或许不是多高明，可他愿意共情病人，愿意为病人想办法。当时他手里有一个治愈的 IC， 也不能说治愈，就是症状消失了。但是陆医生想进行下一次实验看看的时候，被实验的人同意了，家属同意了，举报的人却觉得陆医生这是在违法行医，有违医的，一通举报上去。当时好像还有业内一个据说很厉害的医生和病人一块联名举报的。黄总提到这个，就是一肚子气。可是那不也是违反了行医规矩吗？要不举报也不能让下岗吧？说白了，陆老郎中也确实是触及了规矩，才会因举报被下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怪你，大多数人都这样讲。算了，吃菜吃菜。郑文栋回到家，忽然一顿，意识到一件事：梁华这个名字，这个人我应该在哪儿听过的？印象里有这么一个人，一个画面，好像和王亮有关，可是却想不起具体的。为什么会觉得听过呢？梁华这样的人物与我的人生不可能有交集才是。时隔近半个月，陶朝阳跑来找郑文栋。文栋，李荣果然有问题。上次你不是提醒我了吗？后边我就留了信。如何？你说的对，那次的讹诈确实不是巧合。不过你估计也想不到他算计我图什么。不是为了钱。看吧，你也想不到，他图的是打算做我的姐夫。李荣的想法就是想有意接近我的，他也知道我的家世，他就找人给了我的信息，然后他们专门负责找我讹钱。李荣呢，则在关键时候替我出头，拿人情，想让我感激他，再想办法接近我姐，成为一家人，这样就能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他。那他现在呢？
我给了他2条路，自己退出这行以后不干这行，别让我看到他，或者我把他干的好事在老家替他宣传一下。他选择了前者。郑文栋想了下，很肯定上辈子陶朝阳的姐姐丈夫不是李荣，所以上辈子李荣应该也是计划没能成功的，只是没有郑文栋的提醒的话，陶朝阳肯定不能发现的这么快，及时清除身边的毒瘤。不过陶朝阳及他姐姐都不是蠢人，即便没有自己提醒，发现其实应该也是时间长短问题。陶朝阳走后，苏莹这边来了电话，文栋，宝宝好像踢我了。真的？文栋，我感觉他好像在和我打招呼似的，好似在说妈妈我在呢，是不是他也迫不及待的想来到爸爸妈妈身边了？苏莹很想哭，郑文栋眼眶也泛红着，恨不得这一刻飞到苏莹身边去，手放在她的肚子上，感受着孩子的存在。我也不知怎地，感受到的时候就想第一时间和你分享，我觉得你一定会很喜悦。是，我很喜悦。他真的很喜悦，甚至想听苏莹多说一些，可惜天色太晚了，只能让他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自己再联系他。苏莹这么晚出来打电话呢，是给洞子吗？是，你这么晚也出来散步？我和你们不同，我胆子比较大。苏莹心道，谁问你这个了？他总觉得杨瑶的性格有点说不出的独特，那种独特有种彰显什么的感觉。你慢慢散步，我先回去了。他其实在这有好一会了，也听到了苏莹是给郑文栋去电话。真可笑，就为了孩子踢了他一下，就这么晚给男人去电话。郑文栋估计怕是接到电话很不耐烦吧，这点小事也要打电话。也就苏莹傻白甜，以为男人会高兴这种分享。不过也幸亏苏莹是傻白甜，不然我要掠夺她的气运，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杨瑶所梦到的剧情里，女主的气运是集几代人之气运，所以她即便出身很一般，甚至坎坷，可她最后身边却有极其优秀的伴侣，还有许多宠爱她的人。虽然郑文栋和优秀显然不相干，但是我猜测应该是他和苏莹一块奋斗吧。年代文不都是这种标配吗？除了女主过得都一般般，我如果不掠夺气运，下场也会很惨。因为他有对吸血鬼父母，而他的烂人母亲还给他找了个对他虎视眈眈的继父。杨瑶要做的就是取代苏莹，得到他的人生，走上人生巅峰。目前来说进展不大顺利，他没攻略成功郑文栋，导致气运进度好像一般般，反正没有女主该有的大机遇。暂时杨瑶有点心焦了，